目前我们的一个积分榜的一个排名情况，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那么其实我们整体还有好多队伍没有去出场嘛，毕竟比赛也刚刚进行了一个前几天，也是看看他们因为每个组里面出现的一个名额有限，对吧？对，你必须要去计算好你总共要去战胜的一个对手，你起码要拿到2胜3胜嘛，对不对？是。所以说的话，还是比较去考验他们对于每支队伍的一个研究啊跟剖析的。是。那来看一下今日赛程，第一场是 DFM 对阵 TE 速，第二场是 Before You 对阵 RT， 第三场 FL 对阵 PRR， 第四场是成都狼队对阵阿克西斯。是的，也是非常期待今天的一个对决啊！真的，我觉得台球手真的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就是那个3连密码机，它是越控越好控。对，你可能有的监管你越控你就控不住了，但是台球手他如果说真的能守住一个3连，这个密码机进度真的是越打越少，而且你的状态也会还是前期先逼你一个可能携带化险为夷，而且道具没那么好，就是补充的一个角色，比如说这飞行家我逼来了，看一下监管者的一个追击选择吧，反正开局的话也不是很急，慢慢走一走。所以感觉上来讲，目前的大环境啊，大版本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喜欢追这种一次带化险为夷的位置。现在也是先踩一个板，看要不要动这个飞行家，还是想找守墓人吗？其实还是看前期谁会给到闪现开刀的一个机会吧。说实话，我觉得守墓人也是完全没带怕的。正常来讲的话，这边在追飞行家，掉头就走了，应该是提前拉点，但是他直接在大门3板这个位置也是没有放手。应该是板区都已经铺垫好了。是的，这边2根线直接杀到废墟过来，想要找猫猫。哇，这个咒术师的话，感觉还是比较难追啊。那也是看到马吉卡的一个落点以后，再选择去转点。他这把应该是考虑直接闪开，然后等主球推杆了。那现在其实猫猫也比较知道这是台球手惯用的一种打法，所以说可以考虑找一波机会去飞轮预判一下。他自己手上有飞轮，看要不要提前交。这边直接一个小交猴，想防闪，但是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万一猴的时候刚好闪过来打到了那解擦，但是还好，目前来说就看一下下一波主球能不能调僵尸帮一下。但这个位置好像有点歪，生成到了他之前布的一个线上。是。那只能等下一波的一个主球了。现在这个移速也不好追击啊。接近16秒的一个真空期。现在猫猫也能够攒个3层后，下一波可以飞轮去规避一下主球的路径，然后交出来3层后，那又能化解一波主球的危险。他现在可以强行去躲球，然后用猴来拉开身距。是。直接交大猴，哇，4根线完了全空了，这个节奏有点差。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个击球点都用掉了，而且咒术师这边手上还有双弹跟飞轮。还有一波操作空间。哇，直接拉到了废墟，那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可以说来到了3台。而且手上这个飞轮还不太好去给他逼掉。对的，还是要等他进交互点的时候，主球的命中率会大一点。这边主球抓到了，直接拽出来，直接拽出来有飞轮。还是选择26了。因为这里是大空地，他交了飞轮可能也要倒。对的。更多的一个台球手会选择什么？就是等他自己掉下来的话，就没有交飞轮的机会。对。但马吉卡的话，他毕竟前期节奏不太好嘛，他还是想再放到你空地去把你飞轮骗掉。是的，是的。那大概率也能猜到这里猫猫是一个双弹飞轮的前置。他这个飞轮没有交的话，其实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对吧？怕你万一真的有回光返照，可能等下就没有那么敢去打针对了。是。那这一波的话，李宝先过来掏个化险为夷，很稳。这里的话是等你出完刀之后，我再稳稳掏。看一下咒术师这边有没有一个26啊？感觉这个主球好像交的太早了。他打一个隐藏的突袭球，但是咒术师这边的话也是防到了，给个小猴，前面还能飞轮博弈，这个移速直接飞轮交出来，惯性还在。一个续刀被打断，但这个位置很死亡，很危险。架住了，得等主球好。对，短板的话，求生者只要走位好，应该还是能牵制挺久的。是的，这边有一个搏板弹的机会，千万不能被板弹翻出来，直接翻脸上，一个小走位，从他的腋下滑了过去。但是这边一个主球赶紧抓回来，神仙打架呀！我的天，
那虽然打到了猫猫第2次击倒，但是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离得非常远，是比较难控制住的。主要是外面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就算我这边没有回阳反正，但是我等下我直接化险为夷一开，密码机一亮，你怎么办？贴门去了呀，只要倒离大门就行。毕竟台球手的话，他也没有一个底牌嘛。所以这把的话，应该是尽量打到猫猫一个针对，然后选择去追调香师会好一点。说实话，调香师他这个回速救人，你是真没招。是，他就直接掏，你打震慑其实也能救下来。对他怎么样都能救下来。这波主球看能不能抓到，抓到了香水，但是抓回来他可以立马回速，还能挡反流，大胆翻，闪现打震慑。那这样的话，香水也没办法顶住挽留震慑的一个伤害。现在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能不能来得及去找到这个咒术师，还有一个保平的机会。他虽然打到咒术师的一个针对，但是其实刚刚视野都是在调香师身上。对，现在这个咒术师在哪里是一个大问号。或者说这边假装找咒术去抓这个来救人的人，有想法动守门人，守门人直接下铲，道具还是比较多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双方的防备真的是见招拆招呀。因为这把前期的一个牵制实在是太优秀了，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去逼掉外面的一个道具。现在开门战的时候，你看飞行家。高喷都还在，主要求生者他们是不急的，急的是监管者，因为咒师他马上就要自愈起来了。是，那这样的话，飞行家一个大盆交出来，现在又怕有人回来救人，还得回防。哎，也是刚好给到李宝，这边有没有一个主球的说法？抓到了谁？把守门抓到。但是守门人还有铲，他下铲也得去追他呀。对啊，铲子还有一半时间打出来。那这个时候擦刀非常慢，没有时间去挂这个调香师了，必须要深追一波守门人。是，守门人还有一个残铲，再过几秒等主球好了，铲子也好了，得等下一个主球了。这个位置再下铲，但是打断了，抓到了，赶紧切回来一刀。那调香师他的一个自愈是很慢的，能回去挂调香师吗？但是现在来说，守墓人是1挂。而且挽留马上结束了，那飞行家的话可以肆无忌惮的过来救一波。守门人也交出，调香师也交出了自己的一个绝风声。那守门现在1挂过来，飞行家可要给你上压力了。对啊，卡着你，你如果真的去拦门的话，这边救了还有铲子，甚至有可能一个4跑。是的，而且猫猫在门口准备接应神追的一个调香，有猴的过来架回来，这一个板子已经用过了，想博弈，但是还是吃到一个恐惧震慑。另一边人已经被偷了，马上要到大门了，好像是无力回天，还是要给到一个3跑。猫猫这里还在危险，是的，给你上一点点压力，掩护队友的一个撤退。哇，这就是怎么说呢？圣心院求生者不给你机会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打呀。是的，从牵制端就已经做到了极致，让你没有办法。所以说他在医院里面打起来就比较吃力。是的。那就看一下求生者这里会不会因为去防御，也是点到了小木的一个位置。对的，那这样选择很多，可以先去废墟压迫，也可以直接去大门抓 OB 位。就其实喧嚣还是蛮怕弓箭手远程 OB 的，对，所以说前期直接抓 OB。好，看一下他的一个一追的抉择。来到废墟，直接对菲利斯的魔术师准备下手，因为魔术师很有可能携带化险为夷。但这一局我们的上帝视角是看到他是带了一个牵制天赋的。对的，感觉就是去打你一个反心理，带了一手双弹，但是这2个球上的有点快啊。是的，双弹交了以后，感觉菲利斯只能被架在这里等下一个双重惊喜啊。现在的话非常危险啊，你可能下一波就直接吃刀了，而且这个位置是转不了点的。对的。下一个双重惊喜能不能用魔术棒去规避一波？没有交，直接进了吃刀，第2下又给到了，佩佩这个熟练度太高了。对，那这样的话牵制压力就非常之大了。再造一个弹射出来，现在手上的道具还是比较丰富的，感觉得用道具去规避一下。张皇也想了，被抽到一下标记。对的，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焰火舞台，这边想预判一下走位，但是前面很危险，一个交互点，双重惊喜骗了1下，第2下没打到，第3下又躲了，进板了。那这个双重惊喜就废掉了。看一下空中飞人能不能给到标记。这里弓箭手直接过来 OB， 补上40撕裂度，在原地先等这个撕裂度消失，等一个空中飞人，要不要去翻？想先抽一下弓箭手，跳到脸上，魔术反走，看看这个金刚标记能不能掉。
好像不行，比较难。那空地的话，下一波就应该是有刀了。对的，完你这个位置的话也是比较难 OB。交了一个后撤壁弩，但是没有给到撕裂布，飞轮也提前放了，有点慌张啊。那一个绕场谢幕还是绕柱都打到了。没错。 这样的话，等会儿挂完人，感觉要直接2阶了呀。而且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挂一个圣心院的知名椅子，地上是，对吧？你这个位置或许能救下来，但是你26空间会无限的缩小，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是的，是让阿派过来先救了。啊，也携带了化险为夷，而且他交一个人物投影的话，不怕拦截。这样的话，这个圈应该是能稳开的。但问题就在于，他其实跟野人有点像的点。 在于你在椅子面前就是很容易打双倒。对，还好这个救人救得很好，给到一下，先救再吃刀。佩佩也不想贪了，想直接的针对一个魔术师，毕竟这一把他也是有任务的。对，但是你现在一个换作是佩佩要争分，这波包摊双倒的。是的，是的。但是现在来说，他可以先求稳，先针对这个魔术师，而且跟这个喧嚣携带的天赋也有区别。移形的话更容易去贪，因为你。 不怕被拉开的距离，移形可以改善，但是这一局是窥视者，是他是比较求稳，先去放飞你这个魔术师，而他2阶的话，我觉得后面节奏是比较好续的。是这把的话是有底牌的嘛，所以也不怕你求生者这边，第2波跟我打一个拉扯。已经有2阶了，要么就是卖了，要么就是野人一定要提城过来救，走平地过来的话，大概率路上就要被击倒的。其实感觉这个距离已经是要卖了，对，因为他如果要救的得提前来，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救不下来。是的。 而且这一波卡着的话，也帮助队友争取时间去调整状态。主要是佩佩他现在他一个喧嚣，他可以排人啊，这精准找到了。狙击手说是先给幻灯师上2个球，再交易窥视者，感觉2个人都很危险，选择直接抓后面满状态幻灯师，比较自信。已经减员的情况下，那肯定是针对一个明显携带的化险为夷的角色。是的，这位置的话，黄狼先蹭一下。 上到1个球，在边上贴边，双球想打倒，还差一个干冰的一个标记，直接趁交互的时候击倒，这样的话还能往木屋挂去干扰密码机。哇，这个节奏实在是太好了！这把应该是不止要奔着平局来打了，可以去争3，甚至于是4抓的一个节奏。是木屋这里是有窥视者的，想要顺便去处理弓箭手吗？还是选择先挂人了？哎，这波没有射。 应该也是蓄力时间不太够。对，他角度不太好，他这里是被板子会挡住。那这样的话还守住一台比较大的遗产。对，2个人换位的话，外面差的可不是1台啊，主要是2台要补。把栗子的野人得调度过来去救人，那你没有人修机了嘛？面对2阶的一个喧嚣，哇，感觉是可以弹双倒的，但是还是选择求稳了。求稳了。再强开密码机，强行亮密码机。这里也是疯狂的去打断他，不让他修亮，但应该是有机会修亮，98了，亮掉了，极限亮掉。但外面的密码机进度其实还差很多。是呀，还差一台42的遗产要补，那这样求生者已经没有救人的条件了。现在，佩佩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外去压出去了。对，双重惊喜可以直接去排点。即使被你野人的一个吹哨去干扰耳鸣，还能够去排出来你具体的一个位置方向。他现在就是我只要双重一体排到哪个方向，我直接杀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直接就切传送，知道来不及救了，直接过来。对的，弓箭手这剑还空了，直接一个双重惊喜在空中飞人，还有第2段，没关系。哇，这里已经牵制的非常好了。是的，但是对于目前的节奏来说，还是于事无补啊。没错，一个抽刀还在骗走位，一直来卡板。哇，佩佩这边的话也是很耐心啊，就慢慢的抽刀，不着急。对的，因为他知道节奏还是在自己手里的嘛，已经占住了一台大遗产，后外面的话野人也只能修台新机。如果他想4抓的话，那这波最好是不挂。他直接自信挂人了，起步3抓局嘛。而且还能通过自己的一个双重惊喜去找人。是。那野人这个角色的话，他就是跑1局非常强力的一个角色。但是上猪上太早了。
不，其实是这样的，你前面你已经上过你的一个骑乘状态了，那对个 CD 不会有很久，是，它必须要等得很极限才可以。对的。不然的话，你一挂的一个弓箭手，你根本拖不了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呀。那佩佩也比较自信嘛，他首先相信自己双重惊喜能够找到人，逼你上猪。那你上猪上的早的话，地窖就很难跳。而且你即使骑乘状态的话，他对自己双重惊喜的命中也是很自信的。你看上了2个标记，下一个双重惊喜直接击倒，双重惊喜拿下4抓，哇！今天的 T 速也太凶残了，这第一局直接拿下一个8-1的大比分，还是客场作战，车也做不了，车一照的话能给你照下来，合理。就我先去假装抓你这个大副，对吧？把你道具改一改。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等于我也在抓你的园丁，对，因为你的园丁对。但一般来说不都应该保护园丁吗？怎么把古董商给保护起来了？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可能呢他们这个阵容让古董商带来化险为夷。哦，还那直接抓菲利斯去了呀，直接修，我不带怕的。对啊，园丁的话我是没有必要拉点的。虽然我是化险为夷，但是我得装出来我是双带飞轮。是的，反正我带不带什么牵制天赋，我前50秒我还是能吃你40愿力，这个你认不认吧？我平地刀给你一刀又如何？是的，无所谓。因为我现在进化了，我的盾不是一碰就碎。反正我这边你打了我也赚，你不打了我修机去了，对吧？哎，这个时间我是肯定能拖。你看，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像化险为夷换抓了。没错，就是佩佩也是觉得这个园丁非常的凶残，哎，他感觉要不是化险为夷，直接过来找气象。那如果园丁不是化险为夷，谁是化险为夷的？哎，气象。但是过来现在抓气象的时候，抓着抓着才能看出来。但气象的话，他也是带了一手飞轮嘛，是有牵制天赋的。这样的话就到脸上一个反冲，还是吃刀了，位置很差，闪现好了，这一波如果配合闪现是稳定能击倒的。佩佩的笼子是很有细节的，他把你框在一个小边，里面是一个半圆，你怎么钻都钻不出去。是，这一波是让挖尼过来救，那挖尼还被通缉了。没错。而且他是团队里唯一一个没有化险为夷的人，对他应该是想过来 OB 一下吧，毕竟气象的话也还有道具，想一个后撤龙解骚。哎，给个4秒的止戈，这得再交棍，又止戈再拆龙，愿力有点不够，只能打1刀1/4伤害。是，那这一波救人救得非常好。对，费了大量的愿力，而且状态保护的比较好，现在还能陪跑，贴身可以扛1刀。没错。佩佩他这波手乙的话亏了很多愿力，而且还没有拿到刀。飞轮也规避了1刀，继续贴身保护，身距近了其实可以点刺一下。是的，给你1刀，开出2阶，打一下古董商。想换命吗？增加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愿力的回复，再打1刀。反正不倒地就行。尽量费愿力嘛，佩佩这里的打法也知道你要陪跑，对，那么我就要多攒愿力，而不是贸然的去交围楼。他就是想看能不能走路打几刀，然后攒愿力嘛。是，这样把你的道具也逼掉，这个时候可以去处理气象了。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处理方法。熟练度很高，但是要反应更快。这边直接交一个风，一个哇，反区博弈也博到了，没有拿到刀。阿派这边好秀呀！还有第2时间跟钻也是击倒了气象。那现在佩佩只交了2个围楼，阅历还比较多。是的，哇，你还要强行 OP 的话，可能自己要倒的。我的天！虽然争取了大量的时间，最终2个人倒地，对于佩佩来说也没有很大损失。我知道你外面最多2个人修。这样的话也是得把脸上的大副给赶过来，去拖这个时间。是。其实密码机的进度的话还行，但是因为有一个人倒地嘛，这个修机的人就只剩1个了，只剩园丁在那里破译了。这样打一个针对，还是打到了。那应该要准备补状态了。这把的话，求生者他们其实还是 OB 消耗了太多的一个资源，就没有及时的止损，让古董商去修机。但其实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大副也保了1波无伤，只要把古董商状态调下来，等于是我
拖了大量的一个时间，省了一个化险为夷，但是又造成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效果。对的，但直接贴传过来的话，古董商这边还是一个半状态，没有选择补状态，还好这边的一个秒龙是有点小失误。对，没有彻底取消到后摇，而是在龙生成前能打出去了。他按的太快了，那这样的话也是拿到大副一刀。 看要不要去直接把大副给秒掉啊？想开门战前把大副的道具逼干净，这样大副就会开门战成为一个累赘，而且还能抽奖抽到。我的天，那这个节奏的话，对于球人来讲要被多抓呀。对啊，我不管你大副可能开门战没有资源又没有道具，那我这个时候再去控场，把你密码机都守住，把自己的一个技能拖出来，多拖愿力，多消耗道具，开门战就至少能铺垫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局，其实感觉这波挂人可能赢面更大，因为你挂完人之后，园丁就必须得过来救人了，而古董商那边他修机很远，但是他这一波其实有一点没有找到人，还起了台新机，那这个耳鸣的话应该是早晚能排出来。现在的话就看他处理古董商需要多久了。回龙，哎，一棍打出一个纸哥，再秒拆笼子。 但是还有围龙，这波没打到纸哥，飞轮天骄过板伤头了，熟练度非常高，而且他很擅长牵制跛脚羊。对的。那另一边大副还摸了个针，所以不用太担心，先把针扎好，可以选择救人，也可以选择一会儿去补那台密码机。其实现在让园丁救人是最好的，因为这个半场的话。园丁能稳救，而且大副那边有一个60的密码机。对，如果大副过来的话，所有人都在起点半场，反而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没人去贴圆点门。那开门战佩的话，完全可以在这边处理人以后再去守门。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了让大副过来救。但是园丁也动了。这里的话是分担压力，分担压力。对，把跛脚羊限制在起点这边，不让你去拦截我的大副。是。但这里可能有一个时间差呀。 没有人能压到密码机，让大副绕路了，只不过就看佩的一个观察力能不能观察到大副位置，有点太他猜了求生者要去补鬼板，但是其实大副还没到，而且这边提前把自己摸好，不让你去防守，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古董商刚刚是过半了，那这样开门战其实可以针对没有道具的古董商。 没错，这边直接过来想化险为夷，密码机能不能摸到？那化险为夷结束应该还是能亮的。还好能摸到。对，能亮。这个时候也不选择去跟一下古董了，想要回头。他可能是觉得古董商这边，是一个双弹飞轮吗？不选择去跟进。双弹飞轮那更得跟进了呀。确实。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上挂飞嘛，他可能是考虑到他刚才运力不多，他应该是觉得求生者已经压好了能亮，所以说他想提前来先滚门，而不是只淘汰这个古董商。是的，是的，他想要攒一些愿力，先把门给处理了。他不想接受平局，他说我把门守住，所有人都在这边半场，你另一个门肯定点不开，而我手上有传送，快速把菲利斯处理掉就行。没错。 这样的话，园丁的位置很危险，直接被打倒了。两个人的一个心理博弈，还是监管者更胜一筹。是，你说哇，你点门又慢，他跑到门又远，跑过去好不容易点上门了，这边如果能把栗子的位置排出来，知道大副是没自愈的，有可能是个4抓。没错，现在就看栗子能不能蹲住了。两个笼子直接定到耳鸣出，知道了耳鸣的位置。另一边因为有传送的缘故，瓦尼也不敢点门，感觉园丁必须得找到了，怎么直接找到了？一倒一倒，这是什么牌人？可以不挂直接传过去，看到了没有事情的。我的天！那这样的话，这个4抓，黑楼吗？逼住了，在短板其实有无限的时间让他去处理这个人。是的。 哇！我的天哪！为什么他不去处理上挂飞的瓦尼？就是因为他做好了4抓的准备。如果他去淘汰古董商，或许能够提前在开门战前挂飞。但是大副往另一个门走，而起点的话再多做牵制是有可能跑一个的。而他这样打，只要能把起点的菲利斯快速处理掉，就有机会排除大副，再把另一个人很重要。因为歌剧的话虽然有手椅拦截能力，但这个阵容的话，我觉得，他们想跑一局，那肯定是化险为夷带的够的，而且。 可以不卡血，我只要套化险为夷，稳定的一个牵制时间就行。然后就看
后面的一个，你中间被拉扯住一波两波，可能就这个局就平局往下走。区域选择也比较有意思。大副已经点赞2站了，反正我显电击桥我也得过来点赞，我不如开局直接去点站台。这样的话好像。 看一下亚米选择，果然是往鬼屋走。那这里其实猫猫好像也已经做好准备，先拉点了，然后一个没错，突然掉头去找你点站台的大副吗？他这里好像还是想要去动法罗，但法罗的话，他毕竟，想要去调这手大副杀救人位，有想法骗了一个表再回头吗？他这样就是。 骗道具，但是技能拖了没意义啊，这是个失常的。如果是移形的话，这么做其实有他的道理。那这吃一刀站台点过的情况下，还是稳活的，稳活。这样就算你拿到一刀也不赚啊，因为你带的是一手失常，你不是一个移形。是。那直接点站台做到3站的话，还是拉开了很远的距离。现在就沉浸式看亚米那个长达30秒的基本功练习了。 怎么样跑到3战局？哦，直接抓大副，已经逼过一个表了，给一刀。那李宝还有一块表，应该是选择直接换追了，就死追大副了。所以感觉刚才李宝就可以考虑说，我去提前防一下你歌剧的换追。对，他是反而往监管脸上走过来断板子。哦，假装换追，又回头。 等你这个表结束嘛，是因为前面你已经用掉一块表了，其实这波的一个牵制还是不太严谨。但第3段表摇到了，还能撑10秒。刀差一点没有打到，还在扭，亚米这边预判到了。那也能失乐园再往椅子远的地方倒一倒。大副的话，他的一个座椅能力是比较强的，外面也有足够的化险为夷，就看救人拦截有没有说法了。猫猫这里已经提前贴过来压了脚步。 那其实方向大变不变，就看亚米能不能嗅到了。提前往鬼板有点断隐约了。那这样的话，因为你吞掉了一个大副的化险为夷，但是外面还是有2个圈。是，而且大副他比较能做。踢速你知道吧？机子他可以不修量、不抢、不冒风险，然后提前过来贴，很聪明。是的。 这波再稳救下来，然后外面还有一个气象学家想摊双倒，这样的话火灾一个气囊再走要硬摊，亚米这边不管了，必须要给我留下。硬摊的说法在于哪里？在于知道起点没站台了，没车了，所以说不管你大副也行。他要直接换追的，其实亚米他就是我们对他很了解，你看他之前的比赛录像，你知道他是谁来救人我抓谁，你只要来救人我就把你。 打双倒，然后再把你换挂上，让你的求生者不停的补状态，不停的来救人，然后再从中去寻找手椅拦截的机会。对，他是因为他之前女巫可能玩的比较多吧，经典的这种女巫玩家的思维。那这一波好像是有点拦到了，失常在踹脚。那密码机现在还是不够，而且这样的话，大副也是过来想偷人，被逮到，还是要分担一下压力。那这样的话。 感觉过半的风险比较大，比较极限，这里可能要直接给一个风，对，强风强扯，哇，无伤救，没办法。李宝过来，你只能把风躲了，才有机会去卡过半。是摸了一个护腕很关键嘛，这样李宝才有胆量过来分担一下压力。那他这里的话，依旧是选择一个很熟悉的换追打法。 一个护腕，但是弹的不是很好，把自己弹歪，弹到里面去了，让了一些身位啊。但亚米这里隐约也断了，如果没断的话，很有可能击倒李宝要挂回鬼屋干扰遗产的。这个板子还是有点长，骗了个板，对，不好骗，有点长。哇，可以极限的一个击倒。但电击桥被踹掉的话，求生者始终差一台整机。 已经开始暖雨帮队友补充状态了。是的，这一波气象就要立大功了，不仅能无伤救人，还能把倒地状态的一个火灾给补起来。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失常马上好，20秒后能个鬼屋来一脚，那这样求生者就差2台机了。亚米这把一直在以乱打乱，试图去干扰到求生者的一个正常的运营节奏。对的。但是感觉踢速求生者他们还是很稳健的，不接你的招。闷了很多化险为夷，然后这个大副已经没道具的情况下站住遗产还是个2挂，这波是可以选择手椅打针对的。必须要踹这一脚，这一脚是必须要踹出来的。对。
强攻打断，想抢，但是第一时间，第二时间我再踹，你抢不了。打针对了。要搏一下震慑吗？没有搏，选择打一个针对。给他打嘛，因为这一把的话，目标跑一个，如果压到死血，再一个震慑的话，那就4抓面真的很大了。没错，但同样的还是要看一下气象的状态。现在外面3残1挂飞。 对亚米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多抓机会的。对，已经铺垫出一个比较不错的局面了，就看下一波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去击倒。是的，求生者现在要放弃密码机，赶紧去调整状态，要保证外面有一个满状态，能够实行救援才行。可惜他这把应该是没有天赋点去携带一个通缉，不然如果能找到桥上这2个人的一个位置的话，他这把是很有机会的。是的，现在只能靠自己的一个临时的预判。 但是没有往电桥走的话，完了，有点着急了。2波断隐约都很关键啊。那他的一个赶路跟找人的一个时间就变少了。是知道了电桥在互补，但是已经补好一个满状态，只要保证满状态在的话，另一个人补机子就行了。那得追火灾，还得打残他。这里的话想用气囊弹一下，没有弹到，自己再给一个反身。半场3连。 但是好像对于亚米来讲的话，这个密码机也没有那么好守，因为鬼屋里面那个密码机还是会比较远。他接下来下一波想切传好了，这样直接果断跟你这里的一个气量爆掉，击倒在遗产，而且你2战的机子是很少的，感觉这个4抓面来了呀。对啊。 火灾调查员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如果你不来卡着，我直接去往2战捏个回速干扰你破译。而且法罗如果说偷这台密码机的话，等下我就不要这一台，再去找你法罗就行了。知道了一个脚印的位置，其实现在可以直接抓火灾调查员啊。对，逼你修机的人过来救。但是亚米这里犹豫了，感觉他不能给密码机点亮，必须要守一下密码机啊。 这里的话得赶紧过来，让你那边鬼屋去救人，我继续压你这边2战的一个遗产。回速骗猫猫过来救人，但是猫猫这里算是没上完全一个当，上了一半。差。如果说能够在密码机压好之前击倒火灾的话，还是一个4抓局。对，现在其实密码机因为没回光返照，最好是直接亮，不能拖传送出来。没错。 直接亮了点门，亮了去保法罗一个人走起点，猫猫一定要撑够击倒的时间，足够的时间。太久了，猫猫怎么这么能溜啊？一直在骗了个回速，还能拖3块板子溜了1年，那这个传送好不了，那边门能点到吗？好像没点。法罗没点门，因为他们觉得传送要好了，没有办法去太精准的掐到传送的好的时间。但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拖到火灾的一个自愈，而且亚米现在很急，要直接冲起点，结果起点站是没有人的。是。 但是如果这一波是走路过来排起点的话，那他手上捏个传送，他就不用太担心了呀。对，因为火灾那边点终点可能也点不了，如果这里能够去击倒法罗的话，还能传终点去打一个控场4抓。是，这波好像已经快排到了，看到了。因为蹲不了，在这个位置一直在骗，但是这个隐身的一个时间叫费伦破影。 给的压迫感很足。是的，另一边虽然交了资源，但是没有往终点去走，而是往起点想偷摸去点门。但是亚米好像意识到了，直接奔着我来了。难道说你也是啊？差一点，就差一点就要用2名了，隐约断了。这个方向还在找，还在找，看到了，交回速，这不用管了，知道你没点。 哦，还要先追一手火灾，因为火灾是没有自愈的。对，击倒以后捏个船。哇，双方的一个拉扯太精彩了。那现在2个人都没有自愈，就看最后法罗选择去走哪一个门。地窖就在这边，没错。但是你怎么让队友淘汰呢？只能说多撑一会儿吧。主要到现在门还没有摸过呀。对。 再去起点吗？只能一个短窗博弈。那这样现在点有传送，可以直接传，直接传对了，4抓局，亚米他做得到，他能做到，这里法罗是走不掉的。哇，太精彩了这局，双方这个拉扯，见招拆招，最终也在绝境当中力挽狂澜，为队伍
极限的去拿到了一个4抓，那么第3局就还有机会。比赛拖入下一回合，还是非常期待度拉满的一场啊！因为佩佩的鱼女的话，我们都知道是绝活中的绝活，绝中绝。是，确实。这样的话，你救人位可能就没有办法把中场先破1嗨。如果中场不破1的话，后面很容易跟任意2台形成一个3连。但这样选的话，他那开局一个叉，直接往3连去找。iPad 这里要去动下昆虫，也先拉点了。但昆虫的话，它毕竟也有一定的一个位移拉点的一个能力嘛。这样兜一圈，大房其实没咋包住。是的，你看这个虫群的移速还是很快的，直接赶到了大房门口。佩佩这可是回游状态，再加上太敢翻了吧！不是，他可以翻，但是他要先把虫群停在那个窗前拐角那个位置，然后再去翻。他停了，但是这个虫群没有减到速。对，他不减速的一个情况下，他翻就是有可能会被打震慑的呀。他低估了佩佩压狩猎本能的能力，全程他不光是回游状态，还压了狩猎本能。所以说，就是这一点微小的移速差，让 iPad 产生了自己能翻过去的假象。这个震慑，说实话，太意外了，天崩地裂了。对于佩佩来说，天胡开局，没错，直接进入自己最喜欢的收益节奏。看一下这波2个人过来救，打一刀，但是昆虫感觉很难去给到一个2-6啊，毕竟还有闪现在手，存在感还给的很多。这波直接过来收到叉。水汽垒到54，还能再交一个冲刺。把这个交互点再一封，还有第2段的一个冲刺。前锋没有撞到，撞柱上了，完了，一个吃水汽，一个吃刀，太经典了。那这样的话，前锋身上也有水汽，他不太好 OB 的。感觉打鱼女的时候确实很容易出现一些意外啊。这里直接撞不会有。耐受力，感觉 TFM 完全没有做好牵制，就是应对鱼女的准备。张狂这条线上的耐受力，说实话，这局鱼女打到这里已经是一个争胜的一个局势了。开局2个人，一个2挂，一个倒地，而且道具都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就是现在化险为夷地上躺着，你必须没化险为夷的人过来救，还得救下来。就想起一句老话，叫前锋 OB 至今未归。前锋过来，勉强逃过化险为夷，但是自己也要倒。一波手换挂，再拿3刀，而且手上还有闪现。其实这波完全不管安排也可以，直接换挂也行。但是佩佩说：“你来了就别想走，这个位置直接把昆虫给架死了，架死了。”直接炸倒，而且菲利斯那边也还没起，感觉能续上节奏。哇，感觉这一局每个人的水汽都吃得满满的。这才开局3分钟啊，已经是一个感觉接近于4抓的一个局势了。密码机甚至连3台都没有修完，直接抓挖你去了，知道你前锋当面交自愈没自愈了。对，挖你还在修。3分半，3台密码机没有，要结束比赛了。看一下能不能争取一下这个最快结束的对局了。这里马上要倒，要倒了，3分35秒，我的天呐，佩佩，这一局的鱼女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啊，直接就是一个摧枯拉朽。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拍宣传片的时候要打伞了，你知道吗？这整个上海都在下雨。太吓人了！说实话，就是这局开始之前就已经天气有点湿润了。我现在听到外面好像打雷了，能听到吗？哇，太吓人了！是我们现场观众的呼声像雷鸣一般响。哇，那这样的话也是光速拿到了一个4抓。天哪，还在管到密码机的吗？而且又不太能像歌剧那样频繁的换节奏，对吧？确实，还是有难度的。前期的一个追击很重要。其实我觉得这点呢，能够去进入到小房牵制，或者说往大房方反拉，
这里基本上放个娃娃，娃娃是很难处理掉的。对，所以说机械师选在狮子楼是很舒服的。这张地图。 那看一下开局，直接去抓这个囚徒了。哎，又一个掉头，看到娃娃了。这娃娃的话，但是你要用双重惊喜处理娃娃，很伤啊。秒掉了还行，秒掉了还行。反正接下来一段距离也是拉点。哦，双重惊喜远程抽，没上到标记。那戒师是一个纯博，抓戒师这把收益是无限高的。对。 感觉娃娃这里处理的还是有点快。那这里先给到一下，哎，娃娃卡位但没有卡住，直接给到一刀，那出事儿了呀！这里要被秒掉了。而且双重惊喜还有可能上双色。对，双重惊喜有第2段。那这样的话，等一个空中飞人飞过去，直接击倒，娃娃好像也就在附近。这把要一锅端了呀！ 一网打尽这个娃娃跟本体，哇，甚至还是一个气球刀。那对于这把亚米的节奏来讲是无限好，因为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手椅2阶后续去续节奏。外面还有2个化茧唯一，只能靠化茧唯一去运拖时间了。只能说这把得亏是有一个逃脱大师是在的，可以去考虑救人上面拿到一些优势，看能不能无伤救。对。 但亚米，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肯定要尽量拿伤害了。这个迷烟炉的话稍微有点远，可能要强行摊一下了。直接迷烟炉拉开了，感觉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喜欢去打救人位的一个监管者。哎，下一个标记上到了，还差一个焰火，还要他一刀，还要他。机械师能找到吗？机械师我不要了。感觉亚米还是跟上一局的打法很类似，以乱打乱，击倒了直接换。没错，机械师他已经没娃娃了，所以说他交自愈以后，他的破译速度也因为外面下一波救逃脱大师以后受伤，所以受到很大的限制。机械师有什么用？机械师又修不动密码器，娃娃没了就废了呀。 哎，又一个掉头去找，不会还能找到吧？感觉是钓鱼，他把人调过来逼你救人，逼你救人，确实把你想救人的位置骗出来。那现在你也没道具了，逃脱大师也没道具了。没错，这样的话，街师那边还要交一个绝风声，而这里还想再动幻灯师。哇，这个玩法，亚米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啊！真就是以乱打乱，谁来救人我杀谁。 双倒以后我不挂，化险为夷我不管。他这个打法其实对于自己的操作来讲是要绝对的自信的，必须要疯狂的秒人。但是，一旦有人牵制起来，那这个打法可能就出问题了。对，亚米他的一个操作也是非常的秀的，就想上高球直接秒，有飞轮。 这波梦露其实拖了挺多时间的了，没错，但是2波的一个空中飞人过来还是被击倒了。问题就在于机械师又摸了个娃娃嘛，这可能就是一种羁绊吧。天选机械，就是在那种关键时刻，他那个箱子里面感受到亚米这一眼会很爆炸，神秘的力量。他开始怀疑自己了，他说：“我刚刚不是处理了2个吗？” 没错，我觉得作为一个监管者玩家，很快就接受眼前的事实。事实，对。对对对。心里想，哇，这么运吗？这也能给你摸出娃娃？现在反而救人就成一个风险大于收益的事情了，来找你机械。这里的话也是选择不守。但机子快好了呀。对，先处理一下街师。还能换吗？没有自愈，再空中飞人过来。除非他把李宝拦下来才行。但是李宝能救呀。过半了，所以说这一波得针对。幻灯师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可以针对一下幻灯师。外面囚徒满速修机，还能给遗产传。他这样打的话，其实风险性还蛮大的，遗产可以被补。现在还没有补到，幻灯师先倒了，可以先减员。那减员以后，机子是一定能亮的。对，陶大师这边能亮。那目前来看还是比较难4抓的。这个半个娃娃太关键了，因为亮的最后一台就那个娃娃修出来的。是的。只能说有的时候这个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确实。对。这个地图的理解。
但这边是一个娃娃开被卡住了耳鸣，不用处理了，知道也没啥电，没有去带一手挽留，其实还有一个3跑风险。门还在点了。 这一把的话，感觉只要两边门同时点，没什么4抓可能啊。对，这边一个囚徒还是满状态，而且手上有电。再放一段，打一刀，往这个板区去博弈。这里架死了，就看双重惊喜哦，双重惊喜 CD 了，绕场线末击倒，还不能挂。另外一边的门赶不过去了。这里过去的话，门应该开了。对啊，空中飞人也刚刚追击的时候用了很多，现在只有1个。 毕竟喧嚣他不能传送过来再回速嘛，他抓1个可以，抓不了2个，而且这里是有满状态的。是的，这样的话也是起码能平局，而且囚徒那边就是地窖。是的，感觉自愈往地窖一冲3跑了呀。因为喧嚣的话他赶不过去。对，强电流也是有的。是的，3跑了，这波是为了4抓。 而3跑，对，没办法，尽力了。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提速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2个净胜收入囊中，中间有所曲折，但是第1回合、第3回合对很容易就能跟上你，所以大部分的一个歌剧演员在面对这边那个幻灯师的一个时候，他其实会绕，他不着急去把这块板子踢掉。对，主要他一开始下的他也踢不了嘛，啊，有一个1秒时间的一个踩板，认为有可能因为他选择了大防比较安全的一个点，对，要不就3化险为夷都可以。是的，歌剧也是选择直接往大防去啊，这个位置就只能追这手幻灯师了。是的，换灯，然后或者抓一抓救人位，可以。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集装箱方向走啊，想去找一下 Baby Top， 是没想着去找大防的幻灯师。Baby Top 想要挑战一下这个守墓人是吧？他可能觉得幻灯师在大防那个点位不好追，但幻灯师它是一个飞轮啊，其实还是挺好追的。对，飞轮效应在打部长和歌剧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发挥太多的作用，因为它就是飞轮结算不了普攻嘛，第一刀拿的也是挺快的。不过追守墓人的话呢，存在感拿的比较多一点。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其实感觉回速又有刀了，第2刀有了，很快，很快。没办法，进入木屋的时候，队友应该把板子下好了吧？对，但是你这样想，加拉其实也没怎么破译，就没下的话，下板再交铲是亏身距的呀。队友感觉走之前可以帮忙把板子下了，他直接下，这波很危险，甚至有可能要倒。看一下，直接过板，身位还是可以拿到这一刀。 还是应该帮忙下一下板的，这样你身距会远很多。对，那来看一下这边 Six 已经准备好了，弓箭手能不能操作一下？我觉得这波可以 Sprinter 把人逼走之后直接回速了。哎呦，这边还给了一个破轮，失误了，回速过来。 等一下撕裂指吗？不用等了，椅子太近了，对，椅子太近了。那这波其实对 Sprinter 来讲，前期打得非常不错啊。首先是能够快速击倒这手守墓，其次是魔术师以及弓箭手都要去拉远距离才能接住。对，弓箭手掉状态了，然后加拉的这个魔术师把位置给让了，这密码机要差很多的，少修了起码大概40-50%的样子了。甚至这一局有点后悔带闪现。对，要失常的话，这个机子又没了。 来看一下这边带着化险为夷的幻灯师上来直接套出来，正常救，然后现在还要去补状态，抢机子是不行的，对，还是要补下状态。也没想着接着去下铲拖一拖了，因为下一波救援的话呢是没有化险为夷了，下一波再救他，他再交这个铲子，拖一拖时间。对，不然的话外面的一个补状态时间会被完全浪费掉。对，因为你下铲的话，你也就是拖不出这20秒嘛。对，不如就干脆省着用来36了。 那只有加拉的魔术师可以过来救了。但这个位置到了大门，其实还是比较远的。看看加拉这边有点难救啊。对，要不就干脆直接干脆卖了吧。哎呀，那这个还有1/3的铲子。但是这个位置 Sprinter 意识非常好，直接排到了大概的位置，手里还捏着闪现。魔术师这个点位大概率是救不了了，而且自己也要想想看怎么样去自保。 回速过来，还有耳鸣，往回看他，耳鸣要消失了，消失知道应该是要卖了。对。 那就可以直接去找这位魔术师，因为那边补完状态之后，其实 Sprinter 也知道脸上就只卡这个魔术。来挑战一下加拉，同样都是歌剧演员玩家。看一下 Sprinter 手里是有闪的，这个位置放分身，感觉还是有牵制压力啊。不敢翻。不敢翻，但是这边飞轮也没有交，而且在板子这边好像还稍微犹豫了一下，对，待了一会儿，身位有点亏。哎，卡位看的不错。
但是这个点位我觉得闪吗？是闪了。哦，这样飞轮也没有按，没有选择按。那这样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要派一个人来救，另外一个人的话呢，要补4台啊，3台机。跑图时间加上这个破位时间，可能要奔着1台半去了。对，而且你在第一波救援之后还要有一个换位。 可能这局密码机应该是有点危险了啊！对，跟打到最后会差大概半台左右。对于穷者来讲，密码机确实有压力。这边应该是大概猜到了，幻灯师已经过来了。有一点点卡脚。幻灯师的话呢，提前进入了离形状态，过来3板的附近，但是漏脚印了。这个位置大概率是要吃一刀正常救了。吃一刀正常救，然后看看加拉能不能再稍微26一下。 看一下哦，过来想离形状态下板，对，想砸板，但是 Sprinter 这边经验也是非常的老道，没给到这个机会。是的，魔术师一个比较不错的身位，再看现在想去追幻灯师，因为他觉得幻灯师交的这个人物投影很多了，现在手里已经没有了。对，看一下这个位置，飞轮也省下来，他这个位置是不能交飞轮，因为一旦交飞轮，他可能就要知道自己要被针对了。对，但是 Sprinter 可能心里也差不多有数了。而且确实，幻灯师比魔术师要更好追嘛。对，魔术师的话呢，他手里还有一个魔术棒，可能追起来会比较麻烦。对，幻灯师他是为了帮魔术师而交掉自己刚才仅剩的一个人物投影。对，而且魔术师半状态，这台遗产也不敢修。接下来求生者算是比较危险了，得要看这波保下来之后，能不能让弓箭手道具去操作一下。过去。这个位置压迫一下，等一下不着急，回速，然后回速过来，看到了 Six， 对，给到一刀。这样的话呢，上了一点撕裂值，等一下看看是去木屋管密码机啊，因为再在这边耽误时间的话，密码机可能要压到80左右，后面比较难控啊。对，但现在的话50多是完全可以控得住的。他们还得调状态。对，然后这边魔术师的道具也消耗光了。哦，看到脚印反应很快啊。但是这个点位还是要倒。有飞轮，有点危险的。回速看一下这波，哎呦，这刀也能打到的。对，感觉他回速的位置了。对，回速的位置都有点远了。那没办法，这样的一个双板，其实对魔术师来讲确实比较难牵制。而且还能继续守一下木屋的遗产。对，另一边把弓箭手状态调整好，然后要让弓箭手继续来救援。那可以把魔术师放出去了，再管一下密码机。幻灯师这个位置还是很危险的。对。看一下这个位置，压迫一下回速，这个位置得倒了。飞轮也交出来了。那你之前救过人，化险为夷有。Sprinter 知道这个时候要针对的究竟是谁了。他这时候肯定是要交人物投影6的呀，交飞轮就算交到了，很难翻过这个窗啊。哪怕翻过去也是吃一个隔窗刀呀。肯定是要交人物投影6啊！人物投影刚才我看 CD 已经转好了。对，现在的话，外面加拉已经兴起，脸上有弓箭手 ，Sprinter 想压一下弓箭手状态，飞轮直接蓄力刀交，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受伤很难受了，这局 Six 的飞轮有点难受了，没有起到特别多的一个作用啊。外围密码机在兴起，哎呦，对，哎呦，一剑没有做到穿心啊，是没命中核心。那这样的话，这把就奔着4抓去了，可以先挂弓箭了。另外一侧的话 ，Lightning 的幻灯师交了自愈，不过外围的心机差的实在太多了，而且会有传送在压迫你。是的，而且 Before You 这边其实 Sprinter 的一个思路是非常好的，因为他知道你既然幻灯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那把你自己一个绝处逢生逼出来。哇，他怎么感觉好像知道位置啊？这么细节，应该是听到脚步了，听到翻窗那个声音，知道这个人翻出来了。哦，那很细节了，跟得很紧。看一下这一刀差一点，但是是个小短板，很难博弈。哦，这边 Lightning 做的还不错。对，看一下这个位置还在骗，回速骗出来，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另外一次虽然说人救下来，但是密码机还是动不了。过来这边没自愈了，先不挂。对，再去找另外的人。Sprinter 这个思路太清晰了。现在幻灯师手里什么东西都没了。过来先看到脚印，这边是加拉。加拉的魔术师是一个挂飞的状态了，而且是个白板，但好在说可能飞轮马上好。哎呀，没摁出来，先挂，然后另外一侧要先去摸这个没有自愈的幻灯师，因为密码机亮了，他也起不来，这个有点尴尬，没有回光返照。但是求生者状态以及道具实在被消耗的太厉害了，比较难走一个。看一下吧，两个人都不敢往密码机的方向走，往大门去拉点。两个求生者的一个分开的时候有点太短了，所以两个人的位置其实不算特别远。哎，这个用一个本体卡掉了他的一个影月啊，
Sprinter 也知道嘛，这两个人其实分开的不算特别久，所以往回头排应该是能够找到这边 Six 的位置的。没事，看住这台，然后脸上 Six 已经露脚印了，而另外一台又基本上是一个新机。是的，看一下这一剑必须要命中核心，但是哎呀打空了。这弓箭手这个箭没有就是命中核心过啊，好像命中核心的次数好像蛮少的。对，然后不过交的比较早，怎么说呢？还有一箭，是对吧？还有机会，还有挽救的机会，只要他起来再命中一箭。但感觉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了，因为现在对于 Sprinter 来讲，我手里有传送，现在我慢慢排，不着急的。哎，这边给了一个指引啊，方向上的一个指引。看一下另一边弓箭手起来，有飞轮，有龙骨弓，下一波传送落地必须要牵制起来的。对，但是很难。他一边追一边要注意一下木屋的密码机了。主要是 Sprinter 这个位置也不着急啊，他把人逼哦，马机很远了。好准的判断啊！对，知道你要修，直接传送回头。再来找一下 Six。 Six 感觉这个点位要先搏一波飞轮，可以，这波飞轮是起到作用了。但是回速还得倒，没办法，而且他没有自愈了。不过这个倒地淘汰进度也快了啊！如果 Lightning 能这个躲一躲，看有没有走地窖的机会啊 ？Sprinter 这边这个嗅觉好敏锐啊！哎，但是没事，耳鸣消了，再回去排。他大概猜到这个人在这个方向了。对，地窖也确实不是很远啊，在木屋后。Sprinter 肯定是知道地窖的位置的，所以他只需要把凶者控在另一个半场就可以。我怎么感觉他好像在……哦，他应该不是在排地窖，就是在找人。对，就是在找人，再压一下耳鸣。对，看看这个耳鸣的位置究竟会在哪里起。哎，到连万里窗，确认一下，连万里窗也没有地窖。那这样的话，就只有可能在左边了。回溯过来，先确保这边 Six 不会被摸起来。哎，但这个牌的方向好像确实是漏了那一脚啊。但是就差大门的角落了呀。大门角落和3板角落，对，外面全部排过了，也就只剩这2个位置了。但看 Sprinter 的想法好像还是有点犹豫啊，得挂了，我觉得。想挂，不然的话，这边 Six 可能就要直接淘汰了，地窖就要打开了。挂一下，然后接着找吗？挂一下，接着去，就差大门没找过了。大门和3板他要赌一个。对，3板我觉得其实不太可能。但他 Six 的话半挂，这个想法应该就是要去3板了。对，倒计时可能35秒左右。哇，幻灯师真的躲住了。对，然后手里还有飞轮，是有机会能够走地窖的。应该是稳走的吧，因为手里还有那个人物投影啊，对，这个拦不住的。这边排一下，其实我觉得该回头了。手里有传送的。看一下这波时间，大概还有20秒左右，地窖才会开。Lightning 这边有机会吗？人物投影交出来。收一波，得要收第2波，不然的话身距太近了。有飞轮，应该感觉走了。还有3秒钟就开了，走了，哇！这样的话就极限走一，真不容易啊！对啊，这波可以说是在大场快。对。然后对于碰来讲啊，这一手角色感觉也偏平。而且杂货商也比较怕卖，对吧？如果 B4U 的目标是保平去的话，杂货商我可以不救，是的，对吧？但隐士的话，你基本上不能不救。对，弓箭手还是让了啊。对。好，那直接选在了上一局一样的位置，2板1窗。而机械师这一局在大房是不是可以挑战一下呀？对，我上一局是幻灯师，看着比较难惹，但这一局的话，你看上一局开局没追幻灯师，最后来看一下进入对局，叶子碰这个位置肯定是要去奔着机械师去追的。是的，机械师的话呢，开局没有选择教娃娃啊，过来找一找位置，而且野人这边消耳鸣，这个鱼嘴碰的话有点不知道这个人在哪。对，现在没有耳鸣了，哪怕刚起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直接撞脸呢？找一找，哎，开门，直接开门，跳下去看一下，看到脸上了，横万能不能缠住？但感觉有很关键，哎，娃娃用来扛了。哇，这可能是最稳健的卖娃方法了啊！直接让娃娃吃了一个技能加1刀。是，狼人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开局不让娃娃去破E，我自己保证牵制就可以。哎，这个娃娃要下板吧？对，应该是用来卡板了。看一下再看，骗1刀，下板到前面去开门了。对，蝇头小丽这边得开个门，开完门之后看一下这个藤蔓能不能命中。来，狼焰这边走位，走位，扭掉了，漂亮。但是没事，手里2个碎石啊，飞轮躲一个，回头骗1刀，
很漂亮，这个基本功博弈太凶对，再回头了。砸一板，狼焰秀起来了呀！最重要是外面还留了个半娃娃。如果说这一波没有办法再拿到节奏的话，其实对于纯人来讲，前期密码机会亏得非常多。是的，狼焰这一波，哇，还有板子卡住的藤蔓，被控制的太好了。果然预选赛没有观众加油助威，限制了你的发挥啊！到这里来，我们这么多观众，是的，这直接就是燃起来了，就上 buff 了呀。嗯。看一下手里还有碎石，这个碎石能中吗？走位还在躲，巧的走位1分43秒拿计时本体第一刀。对，而且外围还有半个娃娃可以去破译密码机。是的，娃娃还在大房，大房肯定是有机的。哇，有朋友有点着急了，看一下这个位置，抽刀抽倒，可以搏到了啊！但是他带的时长有机会交吗？对，脸上能修亮？能修亮吗？先打断一波，哎，97呀！没有修开，直接变成37。97呀！感觉真的，哪怕把娃卖了也能修开啊。最后还是省娃娃了。他只是一个娃娃，你能要求他做什么呢？这波时长交出来还是有机会能够去保平的，还有机会能争胜。看一看接下来这个节奏吧，就是让机械师前期6的节奏没有那么好。这个位置过来交一波，交一波风机子，然后过来狼焰这边被 Roland 无伤，但说实话被无伤就太亏了，因为他本身他是有手椅的，对，至少拿1炸1刀的这种感觉。而且但现在这样的话还能帮挡藤蔓，是。好，来一个重剑之托，加点速。先翻排队翻，哎呀，猪怎么就这样给的呀？想来人肉卡位一下，但是人家根本不管你，直接开门。那没事儿，反正前面的话，好像这边娃娃没法保护了，但是板子没踩。对，而且往左开个门，手里没藤蔓，只有2个碎石，碎石还放歪了，这就有点尴尬了。感觉这狼焰16，还有玩娃娃的时间吗？咱们就是说，还补了一板。这个牵制实在是太顶了，你别说，这绝活记者果然是育娃有道啊！对呀，那这样的话，这个藤蔓还不够，然后另一边弓箭手也来保了，弓箭手一箭穿心，直接命中，仅用了1箭就做了上一局没有做到的事情。看一下这个位置，再把壁弩补上啊！当然这一局没有追他，可能压力小一点。对，然后卡了一下这个位置，想抽刀，但是哦呦，走位堵住 Green 的求生者，这个配合实在是太好了。那现在密码机已经马上就快压好了，但是机械师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但是 Green 有啊 ，Green 不着急啊，直接再来补满撕裂值，有点难受了，准备直接亮了，感觉。看一下这个角落，炸到了，弓箭卡一下板，我感觉这个这是想要藤蔓吗？应该要开门吗？应该直接开了，看一下这个藤蔓能咬到吗？壁弩躲，但是还是没有躲掉 Green。那倒在这里，其实狼焰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转点空间？因为狼焰付出的太多啊。来看一下狼焰能不能回馈一下。对，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是有底牌的，有可能要准备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尝试切闪。先骗一下飞轮击倒，可以底牌还是不下来。狼焰是半挂吧？话说回来。求生者还是有机会能够去操作，幸运儿手里甚至还有把枪。准备直接保平，还是说拿枪再救一波？但是门没开啊，看看他们的想法了。要不保平吧？你看野人都已经往那个月亮门走了。对，应该是够了，而且保平的话也是完成 B4U 的一个任务了。是的，保平的话5比3嘛，也能接受。而且 Screenzer 的话，后续他也是有就是也有很多的角色嘛，可以去玩。是的，因为如果说这个时候再来争的话，其实杂货商手里还有非常多的充能。如果说用一波重型之托能够去规避掉那把枪，或者说拖一拖气囊一补，其实根本寄速不了。对的，所以这手冒险啊选出来还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太早了。冒险如果被找到、被击倒，那么2手节奏我可以拿咒术去，对吧？那到后面我有了2阶的话呢，你飞行家也不是说特别好使。对，甚至说佣兵也很不错，也要看一下选点能不能堵到冒险家吧。哇哦，大船冒险家，求生者这边是一个比较跳脱的一个想法，因为一般来说冒险家会放在小船的位置啊，放飞行家那儿。对，但飞行家那儿都是平地。来进入对局看一下 Sprinter 这边的想法，14人直奔这边冒险家。Lightning 的话呢是走了内侧楼梯上大船。那这个耳鸣会骑得比较晚，那其实大概方向能够确定。对的。不太对。先看一下1楼有没有，下来了，坏了，这波倒是自己被自己骗到了，下来可上不去了，有个问题。对，要走。冒险家躲住了，成功了，冒险家。
来看一下，现在 Sprinter 本体想去控一下中场佣兵的位置，然后伊森直接去找咒术师。果然还是得冒险一下啊，对吧？这个冒险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歌颂的。对，赚到了呀。好，那这样的话追咒术师那就没有追冒险家那么好追了，不过也算是第2好追的了。对，看一下这个位置，追猎被打断了。追猎被打断，这样的话我省一圈板子吗？但刚刚加拉回头看了一下，自己60的侵蚀度还是比较危险了。现在，还有7秒钟，第2层后已经出来。是的，没下板。看一下这个闪现要不要很会博弈啊，加拉。直接闪开这刀。是的，闪开，但是技术 CD 还有好久，而且把密码机掉的也挺快的。这局加拉的牵制不会干扰到队友。对，倒还比较不错，但感觉是有点没有吼到，这波隐身吼。那对于 Sprinter 来讲，这个位置再补一波寄宿，寄宿应该差不多就到了，下一波是寄生喷嘛，他没有办法那个飞轮消侵蚀度了，飞轮已经用过了，现在就等一下寄生喷就可以了。哎，你看加拉他这个一直在贴着墙，刚才这个思路也还是吼到了。哇，我觉得加拉溜的还是可以的啊，这一波。40秒。对，这一波一开始他在找冒险家的时候消耗了太多的时间，然后再过来找加拉的时候也没有做到一个秒击倒。对，再加上你其实会发现加拉现在手里有几层吼，4层吼啊。当然下来的话，可能我可以等猴交完之后我再起激素追嘛。对吧？但是还是攒了很多的。过来，这个就好奇 ，Lightning 到底在哪儿呢？你说这个一直没看到，很神秘啊，对吧？现在 Baby Top 这波救援，护腕弹过来，很快，但是补上寄宿之后，看一下这边能不能给到一个2流机会。50，寄生喷还有一次，给到一刀，附身吼，他不想让那个一次人下来，对他打双倒，但是这边帮忙电掉，直接给到没有双倒的机会。是的，那这样逼出来咒师的一个3层吼，咒师身上还是有一些侵蚀度的。对的，而且这个位置再电一下，下一波翻下去就可以准备直接寄宿。下去寄宿，船落地，2阶落地，没办法了，直接击倒。是的。但是的话呢，溜的也不错了。现在密码机其实只差1整台左右了。有个问题是 Six 在脸上这个位置牵过去 ，Six 那台密码机要被管。没事，要不这台可以留输液来修也可以。Lightning 可以先手修，有50的输液过来压这台机。过来，然后让 Six 正常套化险为夷机子是有可能够的。对的，这把对于 Sprinter 来讲是有点危险的，所以他选择本体先卡到中场去，过来这边打来一刀，对，然后再回去管。对，不让你修那么舒服。然后这个时候求生者看一看加拉这边的一个单独牵制的思路了，但有飞轮在手。其实密码机差的是佣兵的最后一台。这个位置2阶过来90救飞轮，但是没有用，附身吼呢还。哎呀，完了，看到了！哎呀，可惜。对于加拉来讲的话，真的飞轮早了一点点，是吧？或者他在这个逃变范围内再多泡一会儿，多待一会儿，再摁飞轮效应直接顶掉。对，就差一点点，有可能有4人开门战，因为他还是有弧光返照的，真的非常可惜。是的。那这波密码机已经压好 ，Sprinter 也已经意识到，直接亮打一个3人开门战。对，手里有闪现，先卡住小门。但是有满状态佣兵啊，这局不好争胜的。这局对于 Sprinter 来说真的不好争胜。佣兵的话，他满状态还但是换输了，卡到角落里，这个闪现其实都没交出来。Baby Top， 这是什么情况？有点尴尬了，忽然直接跑到角落里去，那个地方是有一个 Z 字形的收纳口的，相当于进去之后很难出来了。囊中之物了，属于是。对，那现在的话，小门没人给压力，大门自然要扛住这波。现在 Sprinter 看一下位置，对，他在找这边冒险家，因为冒险家这个位置其实是很难去躲掉这波2阶的。对，过来直接举佣兵吗？这波回头他想管小门，对他可能怕这边冒险家走到小门来。哎，不对吧？关键是佣兵在脸上啊，那边。我觉得刚刚那波完全可以签啊，对呀。看一下手里有闪，这波他想过来闪 Six 可不会给你机会的呀，人家是一个高喷。飞了非常远，但好在说这边还有追猎，我的天呐，追猎神力！他这个高喷是不是有点交的太早了呀？是不是可以进大船不交高喷？我先就直接走甲板进大船，先不交高喷。但感觉这样也会有风险，主要是追猎起来了，这个速度太快了。对，看一下这个位置，耳鸣也看到那2个求生者的位置确定，现在本体可以压起
这边的佣兵，然后伊斯人跟着冒险家，这局对群来讲是很危险的，有可能要被打一波4抓。毕竟佣兵已经没有绝处逢生了。是的，但佣兵手里还有一个护腕，还不能压得太紧，要不然容易救人。对，现在冒险家必须得赶紧出来去抗压了，他得赶紧去点门，因为手里有飞轮，感觉这波还是比较有牵制说法的。哎，不过 Lightning 的话想回来救人，因为他觉得现在椅子很空虚。对，挽留6秒钟，这个时候冒险家可以准备压上来了。冒险家走到木屋，先躲着，然后再往这边走。看一下，现在好像是有一个想法，说让佣兵去给大门压力，对，回头来救人。对，这个指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主要是 Springzer 这边让身位了，他本体没有压住这边的佣兵去点门，现在回过神来，但另一边的门已经被偷了20左右，还得再出一波。完全是可以传的，因为传送过来，佣兵倒地，没有绝处逢生，这波把自己送的太深了。门没开，对，门没点多少，而且他没有自愈了，那边能救到吗？飞轮救下来了，极限，飞轮赶路，救到了队友。现在对于 Springzer 来讲，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说法的。伊斯人还是要往门口去控。对。然后再挂佣兵就好了。毕竟剩下2名救者都是半状态，对，这边的佣兵肯定是救不了的。但现在的话，要看小门这边冒险家怎么样去给压力，他得逼 Springzer 传送过来，过去小门才可以。因为佣兵手里还有一个护腕，他是有救援价值的。但是他现在就看大门那个传送点能不能再用啊？还有2秒钟可以用，只要这个传送点还在的话，其实他出去还可以再回来的，这个倒没有什么。但现在冒险家回来了，没给小门压力，我觉得这波实在是有点问题，想要去抢大门，但感觉有点危险，毕竟这边 Springzer 手里闪现还有最后的27秒。是的。蓝丁这边想去来大门 ，Springzer 这边相当于伊斯人是跟了一路啊，对吧？完全就是在眼皮子底下活动。他能够确定 Six 其实就在脸上。是他想让他去管 Lightning， 然后的话呢，让飞家把人救了。对，这个位置 Lightning 手里还是能牵制一下的。过来。毕竟这个2阶回来手旁边那个限制。哎，这闪现没有好，刚才。对，差一点点。差1秒钟。那这个位置闪现先闪冒险家。对。倒是不着急，现在3个求生者都在脸上，而且每个求生者都很危险。那感觉可以循环起来了。这时候再挂冒险家，然后再看他们怎么处理。是佣兵没有绝处逢生，而且他换也交过了。对，这波只能把佣兵送过来，但是另一边 Six 离小门的位置也很远，对，得要压满。主要 Six 手里还是有道具的，他可以去小门抗压。对。但是确实佣兵这边也可以，就要救的话也可以吃一刀救倒是。不过好在说，刚刚那波救援其实是让 Springzer 这边有点措手不及了，没放过来。对，因为还是闪现差一点。对 ，Springzer 这一局的话呢，就是他这个闪现还是挺关键，因为刚才那波有闪现其实救不了的，就差1秒钟。而且现在的话，求生者这边是能给压力，大门60，Springzer 不敢走太远，他只能先把伊森就带过去，先寄速一波，然后再收回来。收回来，给一个寄速点，给一个寄速点，本体要过去的，要不然一会儿陶片要被拆。看这边 Springzer 的想法，他想卡一下这边冒险家的一个淘汰进度。过来，看到你进来陶片了。另一边佣兵呢？佣兵要不要上来给一下压力？佣兵得给压力，不过这个门应该是管不了的。对，这个门管不了的。佣兵有点慢了，这个时间管不了了，这样感觉有机会走一个了。是。甚至佣兵有机会走地窖吗？但要另一边门点开才行，看一下另一边那边门关过去，刚要过去，刚点，来得及吗？来不及。佣兵肯定是没有办法，他能倒在地窖口，但是他来不及。那伊斯人在这个位置没有第一时间飞过去，那感觉这把也是一个3抓了。是的。哎，不过他不管吗？佣兵一会儿爬下去了。佣兵一会儿爬下去了 ，Springzer 真不管吗？门开了，真不管吗？地窖在大船下呀，就在下面，爆屏了！我的天 ，Springzer 他没有注意到这边的噩梦了。这一手噩梦选出来倒是真的比较少见，但是没想到噩梦打这个阵容真的好打吗？魔术、记者、咒术，还有个守墓人。打咒术其实还好，但是打其他的其实不怎么好。我感觉真要，倒是这个记者有可能会舍弃回光返照。记者一般是不带的。对啊，双弹化险为夷或者飞轮化险为夷。但是记者能溜啊，记者比守墓能溜的。对，而且他很吃。来进入对局，看一下 UZPong 这边的追击目标，想要去找谁？找守墓人。先一只渡鸦往外面去封一下密码机。对 ，Roland 这边我说我都选大船了，你还来找我，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但你看这边其实有一个板子的知道他下来了。对，听到了，应该听到声音了。
哎呦，这边那个移速真的好快啊！移速快，而且踩板也快啊，踩板是踩点满了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刀了。给到第一刀那这样的话，它前面的一个双板区，但是快踩板，守墓人很难溜动啊，讲道理。对，直接踩没有，要绕一压迫一下。圈。对，但绕一圈的话感觉很危险。哦，这个还好是没翻。对，如果说翻了，感觉就震慑了。对 ，Roland 身距让的有点多了。踩板遇板就踩就完事儿了。对，看一下这个位置。哎呀，被卡住了。应该还在踩板下。对，这个位置要不正颤直接冲到前面板区里吧，不然的话这身距我觉得是可以的，其实可以省一下。对，可以省一下道具。但是他还是想稳着溜，对吧？我稳着溜的话，我能溜更长的时间。对，我就干脆不出来了，我不奢求我溜多久，但我只要保证我带着3台密码机走。对。哎呦，这又是什么倒刺儿啊？被一个小模型卡住了。这没有了，这比较丝滑了。这就行了。看一下。哎呦，差一点点，好短的刀。这个位置移形过来吗？移形压迫，压迫还是没有回到。但是1分31秒，外围3台密码机了。关键的话，其实这一局密码机有可能够，而且守墓人的话，他是有回光返照的。对。但是外围只有一个化险为夷，而且现在狼焰的位置被锁定了，还好他是提前贴过来了，到了海景房这一侧。Green 那边去骑木屋的密码机。然后一开始是记者的密码机慢了一些。是的，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对于狼焰来讲还是比较危险的，离椅子还是比较远的。看一下一刀给到，但没有关系，他有救人娃嘛，救人娃嘛，救人放出来就可以了。对，能扯下来，而且也不会双倒。这边的话，Roland就正常倒在海边吗？对，应该是往角落走了。但是如果倒角落的话，下一波救援可能是一个大问题啊，还是比较危险的。对，因为倒角落的话呢，你下一波换位是问题，而且噩梦的话，角落视野比较开阔。他可以提前拦出去，然后靠着手里的一个传送再回来。只能说 Green 现在过来准备救了。这边的话，因为有一个换位的过程，再加上第一台狼焰密码机没有亮，这局密码机可能是不够的。而且淘汰这个人有回光返照，场上的话呢，剩3个人将会有2个都没有回光返照。对，所以就看这波 Green 怎么样去救援了。而且 Green 救下来肯定要去尝试保一保。我直接找到。身距拉得很近，但好在说这里有块板。对，踩完之后但是能逼救啊，现在已经是一个2阶段了。这都没找到。2波突刺把人架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飞轮还是刀，李子还是有段距离的。没事，但是能救。但是可能不太好保了，而且 Green 这边可能要，哎呦，这确实倒刺儿有点多。确实。对，这个没啥办法。哎，想去电断。又失误了一波。忘记凝视了，忘记凝视了。对，刚刚这波柔软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恐惧震慑，但 Green 这边应该不要再跟了吧？看一下 Green 这个位置走了。对，往外挂吗？往外挂吗？得走吧。能追上吗？哇，垫下来了。还要再保一下。但是手里另外一台就看狼焰密码机需要去补。看一下要来保吗？要往另一个椅子不保了，走了。主要是他要保自己，对，他马上开门战了，他自己不能。他也没有回光返照的。对，他自己再倒的这开门战要被多抓了。进入开门战，但是大门小门都没人贴。直接移交过去。看一下 Green 手里没有飞轮，但是有2层喉。感觉这个点要倒哦。要不先垫一下？垫一下，但是还是不好。哎呦，差一点点，但是快踩，这个又把喉给拖出来了。再垫一下吧，不垫的话肯定要倒。垫一下，但是来不及翻过去了。另外一侧还可以传，验证一个乌鸦过去，传大门吗？好像是要传小门。狼焰这边，狼焰门能点开吗？不是，点开了，但差一点。他娃娃把乌鸦吃了，但是乌鸦在消失之前还是被传过来了。对他这一波其实松手了，最后5%的门其实摸一下就能开，但是我是想回来争吗？我觉得要不然算了。但是魔术师回来的话，会不会有一个多抓的风险？有一个4抓的风险啊！那边 Green 看看能不能起来，能起，但是他能坚持6吗？因为这边的话他坚持不住，魔术师得回头。不过点位的话倒还可以，这还有地窖，看一下他的一个操作。但是刘子鹏这边意识到了史密蒂就在脸上，然后史密蒂一直全程透视的，对他知道史密蒂过来了。那其实也没关系 ，Green 要不直接走门也可以，其实。但史密蒂这个位置很危险，他不太好走了。
Green 也来救人了吗？对，要来了。大家都不走。手里有飞轮，如果说救下来，狼烟手里的奥飞是有机会能够看到的。Green 是不是想3层侯保走门啊？因为门已经开了。对，看这个点位，飞轮第一波，垫一下，但还倒，里面能救下来。挽留还有14秒，看一下没事儿，能传过去守一下。对，看一下这个位置，娃娃能木压吗？能定到吗？还在骗，哇，交出来，但这个位置得倒了。飞轮定掉一波，挽留还有最后2秒钟。还是倒地了。一波抽到，另一边的话，魔术师要去把 Green 摸起来，还有机会要争。摸 Green 的话，因为他是没有后遗症的，能够迅速摸起来。对，现在的话66，看一下不太敢摸这个位置，如果说摸了要起来吃一刀。但问题在于你不能管 Green 啊，因为狼烟那边离门近，你挂他的话，狼烟的自愈已经到一半了。不是你挂，不能挂吧？应该牵过去的话，要管一下记者吧？他这个位置得，不对劲吧？记者能起呀，狼烟要起来了，而且 Green 也挂不上。对，摸起来的。现在的话，对于 UZPong 来讲，这波还有有点危险，感觉有点要毁了呀。魔术师也能来扛刀。狼烟现在手里还有一个娃可以木压到，现在 UZPong 有点着急，他不知道究竟该往谁了，对，不知道该往哪儿下手才好。Green 敌的最 Green 那边有地窖，海边。看一下现在这边一个准备。UZPong 想要去打针对刀其实比较困难，因为旁边有魔术师在扛刀，还有奥飞，咒术想要去3个人到一起，对，他想吸猴，猴还差最后一点，马上3层猴了，木压没有压到，能走吗 Green？ 得保一下了 ，Green 不好走，受伤这一刀，3层猴直接出来，大猴交出来，出去了，那这样的话非常惊险，保下平局。我的天哪！窒息了，感觉真的 UZPong 最后真的有点慌张，他不知道究竟该找谁开刀。好了，确实，那大象师的话奔着保平打，其实 RT 这边就是奔着保平打的话也 OK 的，就是烂师如果说没溜好的话呢，我可以选择去卖掉嘛，你开不了2阶啊，当然要看这个烂师是什么天赋，如果的话可能就最好别救了，如果没溜好啊，当然溜好的话就正常打嘛。是的。来吧，看一下，囧者这边是一个3+1的选点，然后把机械师是放在了大房里面。是的，机械师肯定是在大房点的，然后2个。好的，进入一个画面，直接往绿河方向走，那边是加拉的小说家，以及这个木偶师啊 ，Six 的木偶师，现在应该直接准备单挑加拉的这个小说家了。先围绕建筑物去打，这样不太好被上到蜡。对，然后再上一个旋转楼梯，高低差，然后前面的话呢还有一个荡绳可以用，但是这波没选择荡的话，感觉要吃刀了呀，或者要交道具了，或者还是很危险的。可能要高蜡持刀。对，换，但是就看高蜡持刀变成满蜡持刀还是赚了。对于求生者来说还是赚了，要不然太亏了。好在说没有机会可能会被秒，还行。然后这波就可以荡绳荡过去。玩荡绳。然后我这边因为视野比较开阔啊，我在荡绳之前还可以再给你上点蜡。看一下这波有飞轮了，这波飞轮怎么牵制吧？看飞轮有没有消蜡的机会啊？能不能来一个双元神？没有。然后大副来扛刀，侧刀，哎呦，打到大副了 ，Baby Top。但我觉得这刀打对顺者还是亏啊，因为加拉没有办法去拉。没事，输好了。回来再上高低差，你高低差上了，96飞轮响，有点极限，还得倒地。我怎么感觉这个飞轮好像就快要成功了？对，就差一点点，但是可能就最后失误了一下下。那这样的话还要让大副再出去被摸，这个时间有点消耗了。是的，蜡像师就抢在这里，他本身的一个基础3维都是非常好的。看一下 Baby Top 这波摇表了，要不直接让他就得了。对吧？要不然这个表摇的多亏啊！对啊。看一下，这一波直接被闷出来，没卡好位置，还是被打到这一刀了，是被逼救了。这场加拉下来也没办法牵制了，这个位置还得倒，2阶也开出来，下一波救援很危险啊！隐喻还没有洗好，这一局的话感觉有点难受了呀，求生者。这密码机这么零散，前期的话救人位扛刀，然后木偶师帮卡，3个人都没休息，只有娃娃在努力，还不如找娃娃修，让木偶去溜呢，是啊，对吧？让木偶来依旧，找娃娃修，机械师还能多少修点？但没办法，他们在摸的时候，其实大副的位置就已经被锁定了嘛。对。
就大副受伤了，可以让他不执行1救，可以来2救。对。现在场上密码其实差的还挺多的，而且蜡像石手里还有移形。现在就是一整个准备卖掉。对，大副这个位置也已经比较危险了。是的。Baby Top 前面的话应该准备交表了啊，这时候他要倒了，这局直接4抓。哎呦，看一下这波，哎呦，直接倒地，而且脸上娃娃还有要被处理的风险。是的，娃娃这台机子是96，很多了。但是96在这儿开不了啊。对，蜡像师的存在会一直封住这台机子的。娃娃动一下吗？哎呀，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另一边还没贴过来，这波娃娃相当于是直接白送，很亏啊，感觉。没啥办法，现在密码机也不太够，外围还差一整台。对 ，Six 的这个位置有点尴尬。现在最好是 Six 救下来之后，大副摇表牵制，然后让 Six 上挂，是，对吧？如果说是让大副接着上挂的话，有点亏，他这个表还是得摇的。但这个位置感觉可以撑住，切火辣，看一下不对劲，好像上不了了吧？有点难救了，救不下来。哎呦，这一波再上到高蜡油之前，应该要再摇一段路易才好一点。但是现在的话，没救下来就要奔着4抓去了。密码机差的实在是太多，甚至现在地窖都没修出来。Sprinter， 好想法，是吧？想要不给地窖留伏笔，就不要让修出来地窖。对。针对刀也打得非常胖，看这一波手榴火辣要不要拖一波？可以尝试摊一下。对，因为你不能放走机械，放走机械它就要修复地窖了。火辣之后3秒钟、2秒钟，准备好了，定住火辣开启，看这波火辣刀，哎呀，差一点没有打到，那先挂飞吧。然后莫师这个位置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走不了太远。没事，这块怀表还可以留给机械师。还是很危险，这把正者还得做拉扯。是的。这局的话呢，就看能不能走一个吧。Six 下来，正常的大房里6下板，然后翻进来，但是被反绕了一下。但好在说意识到了，直接出去了。然后这边界师把移形过来追。OK， 这局地窖修出来了，要注意了 ，Sprinter 要注意了，地窖修出来了，你的最大的敌人之一，顺利，而且。他现在这个淘汰，没事儿，好像 Lightning 在脸上，对，他在脸上耳鸣是直接亮，而且他知道 Six 是没有自愈的，是的，没有自己的绝处逢生，这把就没有太多需要思考的点了。对，往前面走也能看到地窖，好，一生之敌已经确认。OK， 已经确认了吗？已经锁定一生之敌的位置了吗？是的，其实没有一生之敌，就这2场刚形成的3场之敌吧，对，就最新的这个敌人啊。没事，机械师这边。很难溜动了，对，也没法牵制了。这一波倒地，那也就能够完成一波4抓了。是的，这把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多的说法了吧？你看 Sprinter 他现在都有点害怕，去那边排了一眼，先看看木偶师会不会直接瞬间移动到地窖脸上。要是我过去，我就必须得给地窖几刀。对呀，知道吧？你看他视角一直在看地窖，对他现在不会再给任何的机会了。对 ，Sprinter 他已经通过2局的历练成长了。我怎么有点隐隐的担心啊？但应该不会有太多问题吧？地窖也就在那儿，木偶师很难爬过去啊，中间离的距离也太远了，感觉应该是爬不到。你说如果 Sprinter 不管木偶师，就让他硬爬的话，会不会爬到这个距离？吧，感觉有点远。你看他转向了，但是还是被发现了。那对 Sprinter 来讲，他终于是战胜了心魔。是的，前面2把的遗憾终于是圆满了，弥补回来了。更加博弈啊，唯独就是少招惹这个幻灯师。对啊，其他角色都还比较不错。Uzippon 他这个真是太完美的后手监管者了，给我。但是中场有一个 L 字形的板区，那个板区很长啊，很长。对，是非常安全的。对。但是毕竟还是中场啊。那小丑人家也知道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在大房里面捡一捡零件，装一个无限具，这个速度应该是3件套，全装3件套。对。直接进离形状态找安全点去了，狼焰，非常的不贪道具啊，不给机会啊，安全点是大跑，直接反走。对，相当于在你脸上直接过去了。太聪明了，这位选手，而且到了高低差的话，你还是不能拉锯，要不然得绕路。对的。得下来再开始拉锯，下来，但是前面有个双板又比
比较难吧？比较难。对，过来卡板。哦，但是他没拉出这个锯，还可以，能接受。对，没砸断。然后还要看一下这个人去哪了。但这样的话，中场那块板子又可以去保护他了呀。我觉得这个位置对于 UZPong 来讲拉锯还是有点太早，但是没办法，你看已经1分钟了，再不拉锯太晚。飞轮定掉了，这个位置置闪现了3秒钟，没办法打震慑。Schmidt 还是不给机会，而且现在没有1阶技能，是得闪开，有点太难受了。闪开，然后有1阶技能了，装个锯。装个锯，要不然跟不上。锯加风翼，对，不要回头再把这个板子清掉呢？也不急，没那么闲，对吧？还是得赶紧干这个正事儿。手里还是没有人啊。哎呀，又来找幻灯师吗？对，他觉得击倒入殓师没收益，但是这个狼焰的幻灯师思路是非常对的呀，极限不压躲锯吗？对，还在骗。飞轮是骗掉，但是板子骗掉。就看博弈，纯看博弈，双方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大比偏。对，狼焰的一个位置始终是非常安全的，但这波 OK， 终于拿到了第2刀啊！狼焰手里的话已经没有人物投影了，哎，直接跳到脸上来。你有没有见过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倒在了地下室。那降的有点多，哎，没那么多。那没事，前期的表现已经非常棒了，是吧？我们还是要给予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的。对的，2分钟才上了第1波挂，对于球员来讲，密码机修的还挺多的。是的，Schmidt这边一看台锯就松手，非常的谨慎。对 ，Roland 这边正常吃一个钻头。哎，幻灯师他下这个板他锯不了，对，他只能判定成弹锯，是他只能这样被拦住了。是的，再看一波，这波还在去收自己的一个龙残影，看一下，哎，锯不到，真没办法，但是领袖已经给了，对，这个时间又拖出来了哦，博弈到了UZPong，哪怕倒了，第一时间直接反生，直接不给签，因为你签了之后你的锯又好了，对。那等这边幻灯师落地，还能再进行牵制啊！哇，好远啊！是啊，这个从两个门之间的一个距离，哪怕是20局过去要10秒钟左右，已经没有人物投影了，但是马上能拖出来。这个地方好安全的板锯吗？板一窗特别难锯，但是这个地方这个板子是一个短板子过来，再回去，再过来，有点骗到了。OK， 人物投影刚刚好，但是没有等到啊。那狼焰被挂飞了，现在场上密码机3台遗产可以管，对，底牌也可以随时切，闪现还有8秒钟转好。过去的话，2台80多的机子都要修开了。这一局的话有机会，因为Schmidt他已经是没有灵柩了，他的灵柩已经给狼焰了。大房这边有心跳，所以这边队友报了一下点位，直接开始修。再过去找 Roland 的话身上有钻，身上有钻，纯看博弈。有闪的，这波对 Roland 来讲不一定好博弈。弹走了，又换，有意识到吗？看到了，上去摇下来，再上去走另外一个斜坡，但密码机快够了呀。其实得要吃这个锯，但是机子也够了。哇，这个思路好清楚啊 ，Roland， 密码机可以点亮。这个位置进入到3人看门战，小手手里有闪现，但是没挽留。而且道具也不多了，手里一共3个无限锯。得要再快速打到击倒了。是的，看一下Schmidt这个位置也还算比较安全。哎呦，没转过来。这怎么有个箱子挡住我了呀？是，当然也不是今天刚搬过来的。这里感觉要交闪了吧？得交了，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他不交闪，那边也来不太及了。对，他挂的话就彻底来不及了。那这样的话就应该是来不及了。有个底牌，但传过去一看门开了，没办法了。而且他也不传过去，他是想装锯。对，没那么着急。好，那直接出门保住一个平局，而且收获了净胜，恭喜 B4U 拿到了胜利。对，小组赛的首胜，小组赛的开门红。那 D 组的所有队伍就已经都完成亮相，都走过一轮了。没错，幻灯以及。包括气象学家在牵制博奖的时候，都不一定说是我一个强风可以稳定废掉你一个迷失之龙的。是的，打博奖其实打后面这3个角色的话舒服一点，抓弓箭手呢就有点难受了，毕竟他只需要给你上点撕裂。好的回忆这张地图的一个公式化一个悬念。对。
就看一下谁会携带这种化险为夷，为队伍进行抗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先去中场，先驱赶一下求生者。对他其实也可以说是以追代赶嘛。如果你这边幻灯给机会，就可以直接追了。先赶上楼梯吧，赶上楼梯有动杀心吗？还是跳了下来？想去叫一下工厂这边的气象学家。对，他会认为就是说是你这边2楼上来的人呢，会把大房里边本来选的这个点的人会直接驱赶出来。哎，对的，我就直接钓手鱼。不过钓到吗？但视野的问题并没有看到，有看到吗？好像注意到了。是的，及时回头，然后注意到了这边2个人撤退的方向。哎呀，这刀打在墙上。看能不能来得及，还是能拿到这一刀。维龙的时间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造成一个黑龙，但所幸这边一个索尔塔还是钻了回来。对，感觉会有一点被预判到了。对，别讲这边还是有机会，一个强锋，但是这边兴奋直接挡。手上还有飞轮，但是这个飞轮并没有交出来，完成了快速击倒。因为前期是2名求生者同时在拉点的缘故，所以这个密码机加起来甚至不到1台。1分钟完成的击倒啊！这个密码机实在是太少，因为他现在的追击是2个人在这里跟跑。对，说实话，打魔角羊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前期进行一个拉点战术，因为你在拉点的时候，羊的愿力也是在积攒的，不如说是我开局直接投铁球消耗你的愿力进行牵制。这密码机才1台多，怎么办呢？现在得需要把这个人救活才行。现在气象手里的这个暖瓶只能再用1次。对的。这波救援的话，幻灯师是可以给一个静物投影的。这气象瓶用成什么呢？用风还是说是？还是强风会更好，强风费到迷失龙一点，但是还是没有来啊。是的，只能说是提前预判吧，就是在你魔角羊后撤月龙的时候直接吹强风。对。弓箭手现在已经在旁准备就绪，想要强 OB 一波，看能不能拖点时间。这边皮皮叉是洞察到了这边弓箭手的位置，是这里想直接放围龙罩住，让你这边弓箭手没办法发挥。在狂欢之椅附近，但是因为但是因为这个椅子被框住了，所以说是得等这个迷失龙结束之后，然后才能把这个人关。没错。所以说在这里等着这个狂欢之椅，弓箭手也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到自己的队友被挂上狂欢之椅，前锋也在旁边。那看是前锋过来进行救援。配合弓箭手一起来吗？弓箭手还在破译。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这波救援的时候，第2手兴奋马上就要好了，那你怎么去进行 OB 陪跑，然后把气象学家保活呢？是的，现在也2阶了，愿力值现在增幅度也快了。画了一手层云，一骑云现在直接飞走，但是并没有逼出迷失之龙就交出道具，会显得有点亏啊。有队友来吗？想让气象一个人去撑这个时间吗？刀挥了急了一些。可能得再补一个笼子，没关系，现在愿力值还是跟得上。对的，一个黑龙架住点位是。巴斯一走还是能解决掉这个气象。对的，旁边好像也没有队友过来跟保。那这样子的话，场上密码机加起来最多就一个3台多一点点，留给皮皮侠这边控场的空间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太大了。现在求生者必须要补状态，2个半状态的现在情况一补，手上他现在兴奋随时可以牵成闪现，对，只要我能快速击倒你，我随时可以牵。好在说是这边摸状态的位置选的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让皮皮侠这边洞察到一个耳鸣范围。想要去找弓箭手，弓箭手已经是被逼到大门。看接下来这个围龙能不能直接用兴奋快速击倒？对的，在预判弓箭手会钻过来。是的。飞轮补上距离，那这个笼子可能能废，得再补上一个龙。对。但是这个只是把自己框住，还得再补一个龙。是。哎呦，把自己吸到，但还好自己的这个兴奋打到了射。是的。求生者现在也没能料到，没算到他这个兴奋时间好了。没错，其实应该去防范一下，因为毕竟刚才开局的时候是交过兴奋去击倒气象学家的嘛。太想无伤了，对，他要真能无伤翻了过去，这一局监管者真就因此这一点可能就变成一个平局了。没错。现在想打拦截，皇上前锋过来无伤救，但是前锋选择救人的路线也是非常考究啊，没有给到皮皮查一个拦截机会。前锋想要持刀再救，没有。那这样子的话，倒是可以保证满血再救一次。对。不过这边皮皮查的话，也是防了一手，你前锋会利用你兴奋空档期的时间进行手逼嘛，不能让他撞救。现在想要直接逼前锋再快速救援一次，因为你要是只要再救一次之后，那我们弓箭手就可以完成个淘汰了。对的，但是因为你的兴奋在 C 地里稳固，并且前锋的橄榄球还是一个板球状态，所以他有充足的 OB 能力。密码机现在还是不太够的，刘维龙快速过去，想打个弓箭手针对，击中了核心。
这边想扛刀。 但是我觉得这波回拳拉手撞下会不会更好一点？这样子有机会能废到这个笼子。如果只是扛刀的话，因为最后一台密码机还差30%嘛，那还70%的，所以说只是扛刀会略显不足。如果这球撞到的话，那2个人其实就能保证自己的状态离开回笼了。这样子的话还是没有办法牵制够密码机的。对你光是扛刀，最后的这个70%密码机还没有人能碰。等这个撕裂值，还想把这个撕裂值强行破掉。对。 现在不敢碰，因为前锋现在属于刚倒啊，现在不敢起来。你起来，他就可以把你这个绝处逢生直接打掉，然后我再回头去管你这个木屋。对，而且现在兴奋又一轮转好了，说明我可以切底牌，然后进行一个传送。你要真的敢说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的话，我可以进行一个针对。随时啊，他现在兴奋都可以直接切入市场，你要离木屋离得特别近。等再追。 但是这边脚印已经暴露到了幻灯师的位置，双方博弈，还是抽到了一刀。没错，愿力还非常多。那这样子第2刀的话，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是的，监护者现在不急啊，我慢慢追，慢慢打，我的围龙总有把你击倒的时候。空掉一次围龙是不急的，还抽到一刀。 那接下来都不需要围龙了，今天板区博弈都是有可能会击倒对面的。对的，翻了过去，看这个8巨龙规避掉了，那得再放一个迷之之龙才能击倒。手上还有一个飞轮，看怎么操作。是尝试封住板区，再一刀，飞轮规避一下。 好像还是有机会能废，不过因为是只剩4分之一状态了，还是能凭一刀击倒。没错。反正击倒后，现在就看2个人的位置能不能好找一些了。是的，这个地窖是在大本的方位，所以皮皮查只需要确保前锋他不会离地窖太近就可以了。而且现在2个人都还是没有挂钩的状态，留给皮皮查去排前锋的时间还非常充裕，很多。不行的话就切窥视者，对吧？切窥视者的话也方便一些。对，先确保一下2板一窗没有前锋的踪迹，并且刚才追击的方位是在木屋到3板嘛，所以他现在应该也能意识到那个人他只可能藏在工厂到角落那个位置了。对。监护者想细心的去盘一下。哦，非常细致入微啊，这个排点。两边比拼耐心。对。看能不能抓到最后的机会去走到一个。 已经知道，就是这局你强行去亮这台密码机，没有任何的能生还一个的可能了。是的，并且所以说你现在索性直接去奔着跑一个打。哎，对的。再放2个笼子，但是这个笼子放的会有点小失误，那得走过去才能去看一下大方到底前锋有没有倒在这里了。那时间充裕。这边刚才是排过的点位，其实他可以去换一个点位更排一下，这样可能找到前锋的概率会更大一点。现在问题是幻灯师他是知道位置的，幻灯师他还是个1挂，那我可以等你前锋起来，我回头把这个幻灯师挂上之后再去找你这个前锋。对的。不过再拖下去的话，其实穷者这边还真的会有一些能跑一个的空间，尤其是这个箱子，如果能许愿出一根针，哎，是怀表，怀表的话，那还是不如针的话带来的收益更大一点。对。 默克镇静剂其实能让他自己的状态打满嘛，到时候强闯这地窖，你监管者拦不住。对。这波还是想再击倒一次，击倒之后再给他挂上狂欢之椅。对的。前锋现在是在破译密码机，他是给密码机直接上了个定格，让他这个密码机摇晃，你监管者看不出来。很细节。对。 这还是有机会能打出一个回光返照的，但这边回光返照只能给到前锋啊。对，直接通电了，因为幻灯师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幻灯师是没有，哎，这里还没有能照到，又一点小失误。不过再往前走的话是可以直接接到的。直接亮。哦，收幻灯片还在秀。不过前锋现在也不太该点门，因为这边皮皮查是有底牌的。如果说我切手传送的话，你刚好在点门，那就挂上，被刚好逮不到，甚至先。 切了移形，看到了前锋，直接拉球往回木屋跑的。这边就是一个地窖，不过手上阅历很多。哦呦，一刀完成击倒，也是拿到了一个4抓。
配足够的身距。对。监护者现在论追击啊，虽说我们不求一个特别的快，但是你也不能太慢，对吧？你要是被对面牵制到个1分钟，就是你从开局开始算，那囚徒在外边密码机其实他也破译的挺多的。没错。这个对的，然后这边金刚者也是选择在了2板银窗的位置，脸上就是大房的囚徒，也是想着驱赶，或者说是尝试追击一下大门的守门人也未尝不可。对。好，进入到比赛画面，14人先上来往大房去赶，第一时间追囚徒其实是有点难的，看囚徒会不会给机会，直接上楼了，应该是找那个缺口位置先站着啊，让你这14人不好。哎，但是没有站好。不过这个侵蚀度其实吃的不太多，才54。对，但是你要是上2楼再绕一圈的话，这个侵蚀度就会再进行一个叠加，因为陶片覆盖到的位置刚好可以说是阻止到你跳楼的一个情况。因为还好有个韦伯，韦伯现在还能拉开点距离，这个陶片好像还是能再多吃一些。是的，已经60、70了，吃到76，直接追击。木屋那边就算是给你附赠的陶片，他也肯定不会驱赶。没错，他现在眼中只有囚徒。应该还是要等一下闪现，寻求一个秒杀的一个机会嘛。是，能闪就直接闪，但他也要小心这个电，把他自己的这个闪现节奏的给电断。对的，但是你再往前走的话，如果让囚徒再次上到2楼，利用这个陶片配合飞轮把侵蚀度消掉的话，可能就不太好搞了。100可以再补上之后再拿刀，对，还好补上了56，还是有机会能秒的，甚至他可以不用到自己的闪现。是的。看能不能省下自己的闪现，想隔着窗，然后再翻过去。一速本相好中的，那这样子闪现能省下来，直接完成击倒。是，还好说是大房这边是没有一个地下室的。囚徒的想法是想在自己翻窗的一瞬间，把自己的陶片留到背身，然后同时呢，看能不能把这个14人的喷给躲掉。一旦要躲掉，这个距离就能拉开了，强势能逼出你这个监护者的闪现。对，其实比较亏的就是这个飞轮还没有招出来，就看能不能在队友救援之后的一个2次牵制的时候，把这个飞轮招出来，然后配合自己能。的一个放电有个2次牵制了。对，现在每一次下来都是要连一波电的，让队友多能去破译一些密码机，防止一些跑路时间啊。边路易寻求一个稳定救援，对，就要来看能不能帮我卡个板。对，而且扛到了这一刀，可以确保囚徒再进行一手牵制。这侵蚀度还是吃的有点多呀。对，这个转点的位置可能不是那么理想啊。想要再上楼，但楼上还有个陶片。那这样子相当于是没有激素的时候，这个侵蚀值就已经来到了一个70多了。对，到了脸上这一喷又满了一个100，甚至都不需要激素，直接14人的一组稳相就完成了击倒。不太应该呀，这个走点其实应该往外拉的。他应该是想着利用这个飞轮去把这个侵蚀值给消掉，但是这边监控者也是没有给到任何你想这样操作的机会啊。对。这波侵蚀其实是有机会能让他逼出一个闪现的，毕竟你没2阶嘛，没2阶是能多让监控者出现一些难题。再激素一下，干扰一下破译。这一弹开之后想无伤吗？没能无伤，吃一刀之后再救。手上还有飞轮，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空间。是，这上侵蚀度还是40多了。哎，但是怎么高弹又59了，往回一走又满上了，又100。哦，非常可惜，还是没有招出来自己的一个强电流和飞轮。2阶确实有点难逼出这个闪现，但是往人脸上走，你这个侵蚀度确实吃的有点太多了，而且也让这边的守护人就尴尬了。你没有办法往外面跑，你也只能往回，就是说是在大房中间，防止自己被2次追击。是的，不过啊，以求生者视角来说2波救援都非常优秀，第1波和第2波都是给创造了一些就是牵制空间，以及第2波还是一个无伤救援，但没能牵制起来。对。木屋现在是个地下室。他们也得小心了，不能倒在那里。现在手上有闪现，98，哎，打了一个 A 晕，那有机会来得及吗？啊！哦，有一喷又给打断了这波翻的交互，秒击上了2手节奏。是，这个还是太坏了。他刚刚应该回头去看一眼的。对你都已经是满到97、98了，你自己回头直接看。你现在监护者一直没有交出个闪现，艾维这种角色他也不可能带个1星啊，很少。那这样子的话，局势就回到艾维手里了。你这波救援的话，得给咒术师提供一些牵制身位才可以。对。守门人现在压力还不能给的太大，自己14人一直在头上，你敢碰这个陶片，他就直接传过去。向打针对，打到了。哦，那这样子3层猿后咒像并没有招出来啊。对。
何止3，现在都5了。对，你现在必须要再救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3层交出来，保证自己的牵制，也防止自己被针对。但同样的，这波救援还需要这边缪斯去扛住压力进行救援，但他现在状态已经半血了，并不好救。他可以把大防的那个打法在这里去打出来，就是你你木偶师过来去救，我把这个寄生逃变，我直接寄生在椅子的附近，你下来其实就会吃侵蚀度，然后你往外走的时候，我再抓你这个咒术，我可以再利用这波侵蚀度2阶落地，再把你完成击倒。是的，这波应该是不要停救援了。对，木偶现在有点想法，木偶还能救得下来吗？侵蚀度现在已经是92，能打断100，过了100了，直接先击倒。而且场上米亚基还剩最后的20%，只需要去找一下那边的守门人，就有机会拿到一个4抓了。是的，要不先牵起来？应该是先牵这边木偶师，然后再去找那边守门人会更好一点。不过2人开门战，其实艾维主动权还是很多的啊，他可以再传回去把你小门给控住。现在没有人能敢去碰这个门。对，而且闪现的话只剩一个40秒，他可以先去让求生者，驱赶一下，不让他去破门，然后等自己闪现 CD 快好的时候再寻求机会。是的，莫尔师现在也没办法直接去硬扛这个挽留。还有23秒，闪现就要好。对，他在看守门人那边侵蚀度，如果涨的话就直接传。大门现在是有踢跳的，在等伊斯人现在也不急，等你莫尔师贴到门的时候我再附身。啊，你现在不贴门的话，我就等着这个闪现把守门人完成击倒。贴门现在就找机会直接附身，想落地直接去秒掉这边木偶师。这里已经是89了，对的，可以交闪。这时间有点久了呀，你大门现在拦不住了呀。是的，你现在再调伊斯人过去守大门的话，这个门就可以开掉了。对，不太可能了。那你现在的话，要再放出来，大门能硬点掉啊！而且大门还是个地窖，月了门现在也在点，总得2者选其一才可以。等一下啊，还好这边门开了，但是你人走不出去。对，并没有选择说是利用监工者去控伊斯人的这段时间去走一个地窖啊。如果求生者知道他的视角是往着大门去的话，木偶师直接闯大门那边的地窖，这个人可能就拦不住了。对的。那现在也是完成了一波3。等你侵蚀值快到60、70之后，再过去追击的话，可能就不太好牵制。除非说你这边许愿能直接许出一个球，或者是能帮助你牵制道具，才更好处理一点。监控者这边山台上到底站的是谁？站的是个幸运儿，然后把鬼屋让给了个魔术师。对的。然后人皇桥这边是大副，起点站是咒术师。对，那确实上来可以先去找一找这个幸运儿啊，找到幸运儿看能不能把它架在这个。看上来伊斯人也是先招出来去往终点站台。对，因为你幸运儿已经选在了终点这个比较危险点位了嘛，那就可以直接进行追击了。是的，那幸运儿这边是护腕，也还可以牵制，就是没有别的道具那么好吧？对，没有什么信号枪啊，或者说是怀表这种道具有用。就是刚才的问题，对你架一个陶片架点，如果你终点站还是个幸运儿，我可以等你侵蚀值来到一个60、70，然后再进行一个针对，那这样子开局给到会非常的快。太多了。这主要是又补上了40这个侵蚀度，然后你又在这个逃变生成范围内，然后又走到了个73。对，而且他现在这个牵制路线，甚至还要再绕一圈终点，想看能不能把飞轮拖好之后，然后烧掉侵蚀值。但他刚刚好像没有传送过这个逃片哟。你要是在这里接近的话，他直接又贴脸了。而且飞轮还没好，差上2秒钟，直接被秒掉。开局57秒的一个击倒节奏。对，也是1分钟直接挂上椅子。那化险为夷一定是要补上，手里有护腕也现在没交。那你现在手上也有闪现，他不怕你这个护腕的。对啊。这波的话，先干扰一下人皇桥的破译，救人还是要大副进行负责的。大副能不能省下自己的怀表？这边是魔术师偷偷摸摸过来，然后想进行一次救援。对，魔师过来进行救援，现在侵蚀度已经涨到20多，想要直接救吗？啊，博弈出刀想打震慑。对。直接弹出护腕，想拉一个身距，避免被这个陶片叠加到太多的侵蚀值。他不在乎的，我现在慢慢追，反正你现在也在化险为夷阶段。对，我只要在你这个20秒时间内，我拿闪现击倒你就行。就等下一个精神激素 CD 嘛，或者说这边走路都可能完成一个平击击倒。是。他会不会给个机会闪现？进到前面的话，直接闪现击倒。而且开出了2阶，那这样子幸运儿在下次牵制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空间了。是的，传了过来，想偷袭一波大副，看能不能拿到一刀，或者说是逼出个怀表。
如果能逼出怀表，肯定是更赚的。应该是逼不出来了，已经走到一个安全板了。对，那就回身挂一下信源儿。感觉好像是刚刚被这个70度给骗到了，因为大副刚刚在密码机那边破译，他的70度是吃到了56、57的时候，然后监控者是直接传出去了。是的啊，但是传出去刚刚也看到大副这边已经离开了这边逃骗范围内，现在就要再去守，大副还是需要过来给个化险为夷的。兽师现在跟魔术师离着有点远，状态不太好补，想打一刀，想逼救，淘汰进度还有一些。哦呦，这刀打到了椅子，打成了无伤。但是这波好像还能再蒙到大副，但是没蒙到。那这个救人很赚了，他给到这个幸运人也是能直接拉开的机会。不过有2阶心智传送的话，应该也不太能牵制。可惜没能躲掉这边1-4人喷。这波没有给到大副这一刀，其实还是挺关键的。如果给到的话，后期控场的一个空间更大嘛，因为场上剩的密码机还是比较散的。等等，咒术师想要过来帮忙，看能不能 OB 一下。拖个时间，想垫下来之后帮忙扛刀吗？一副本向下一下，骗出来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 OB 了。不过倒是干扰了一下，哈哈这边把1-4人给招回来了。是，既然你敢过来找我，他就想直接从他这边下手去拿到一刀。是的，这个板区的话是有机会能拿到一刀的。对，因为他不敢看，哎，还是被骗到拿了一刀。对的，得赶紧带走鬼屋这台1闪才可以。现在在控红马的密码机，这2台都能控住，起点还有1台。现在得分人去起点那边去破译，这边70度又再次吃板，又拿到一刀。那这样子的话，反而节奏就陷入艾维的手里了。是啊，我红马的密码机我可以不用管了，我现在就只需要管鬼屋3站跟起点就行了。对，而且现在哈莎的下个闪现也只剩20多秒了，马上就可以拖好。这台它是不重要的。那边在调状态，趁你艾维想控学生木马密码机的时候，对，看能不能发现。如果这波找到了调状态2个人的话，那就非常有4抓点。对，他能摸好1个无所谓，但是他来看一下这波，是的。这边点位呢，现在2个人是已经分开了，再传过来。由于现在没有2阶，只能平行去追，但还好现在是闪现还在的。是的，如果被击倒，这边金教务可是一台1闪机啊！这谁能来救？你现在只能大副摇着自己的怀表过来，只能说是殊死一搏了。对，现在没有狂风之翼，只能再往远处走一走。鬼屋现在密码机也没有人能碰，状态想补，已经补到一个60-70。想去挂远一点，然后让你这边救人有压力，然后提前拦截，因为这边2战的逃兵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被摇了下来。是的，位置实在太远了，给摇了下来，那你现在这个闪现就白用了。而且1-4人的这个也没有下到。是，哇，好亏啊！那你这惊叫屋的密码机也被破译到了70多，再找。跟着上2楼，2楼有机会能去打断吗？这边1组本相能吼断吗？直接能拿一刀。对的。好在这个本体的1组本相没有吼中啊，否则可能就要被秒了。惊叫屋后边这废墟地窖其实2边也都看到了。对，你现在再去找咒术，那咒术就不是很怕。首先它飞轮要好了，其次它是有3层猿猴咒像的。对，只要你不原地等待，你是很难把这个70度打成一个60以上。对的。而且那边穷者也是在终点新开了一台密码机，大副琛飞轮是直接用了，对，确保说自己有一个交猴的机会。对，规避掉了这个2阶，那现在身上也有98，绝对不能看这一眼啊！是的，这一眼绝对是致命的一眼。交出了3层猴，鬼屋的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85%的进度。对，冒了可以你就跑。是的。这波是没有轻视传送的，这里很关键。这个2楼一定是要打断他的交互的，提前要求怀表，避免说被击倒。是，不想赌这个万一了。对，那现在得赶紧控1-4人去找一下3站这台密码机。哇，现在3台密码机同时在起，只有2个人啊，有点分身乏术啊。对，好在说3站和金教屋其实离得并不远，并且这边的话，大副也是想再给点身位蒙到了，因为大副往回走了，他卡住了你监控者的一个走位。是的。那这样子的话来了，只能说是让这边的咒术师来救援，然后魔术师兄弟还比较多的密码机了。对的，你现在咒术身上现在是没有技能帮助，那你魔术师现在只有一个魔术棒，只能让魔术师来救。对，而且已经看到了咒术师的位置，那可以提前打一手拦截啊。
手上闪现还有10秒，就是现在也有点没办法，你手上好唯一一层了。是的，甚至那台密码机也只有一个78%的进度，完全不够压机的。哇，抽到再抽倒，乔治现在也能看到。这把现在怎么办？他可以先挂这过不来啊边咒术师，先管这边咒术师，不让你魔术师把这个大副拖下来就可以了。他挂上就行了。现在手上有闪现，我只要传了过去，你这个魔术棒肯定要因此而交。他也要算计，就是说你这个闪现会不会这个时间段好？对他不能让咒术师自愈起来之后能救不到这边的大副就可以了。对，一直在跟，但是这边被压迫的位置反而是离咒术越来越近了。那这样子可以直接往2战签啊。不会这里还能扫上2眼70度吧？还真扫上了。那这2点切入其实还挺关键的。对，你可能光靠一个直线拉点，好像都没有办法躲避这现在的一个2阶啊。70度感觉会直接满。对的，特别这还是个拐角，主要手上还有闪现的。对，放出魔术棒挺及时的。那这边的话，这个人也很难去进行救援了。再交一个闪现，完成击倒，也是在第2局拿到了一个4抓。哇，又是一个5个积分拿到手里了。对的。这边可以把魔师挂在鬼步桥的这把椅子。那现在他的队友其实就轻松了嘛，因为我现在只需要跑1个就行了，我什么角色能跑1个的我都通通拿出来。对，就以稳为主的话，肯定是路电师更好一点。对啊，木偶师这样角色真的是太稳。3个人就把双台飞轮带上，牵制过板。只要你能牵制够就可以。但是话又说回来，可能牵制这个还是要看选手的一个场上发挥的，不如化险为夷刷圈这么稳定。是。大副应该就是带了回光返照的，对吧？他想保一下，让其他3个人没有带回光返照的来牵制。这个选点的话，大概率还是要找一下呛绝家的，因为你要找飞行家的话，这是一个4黑爆点局。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活木马直接去往的终点站台，找气象。对的。现在隐月可不能狡猾，你现在隐月值如果狡猾，他这边的其实就可以省下一些技能了。哎，是的，我就直接无伤去到2枚窗，先转到前面2枚窗进行牵制。那现在移动其实也是无伤转到了2枚窗。对，得等一下那边隐喻消失之后再考虑转回终点。回速，但是哎，想封一下位置，不过这边是有层云的，可以直接飞上站台。那下一手可以再画一手强风。其实这里能看出来，歌剧它的这个熟练度在前边好像有点不太顺脚。是的，这边贴近身位可能有点慢了。没错。波板区，咱是再画了一层云，以稳为主啊，这波就是没有寻求一个气象饼的收益最大化，反而是寻求一个地形的帮助，因为他们这局只需要完成跑1个就可以了嘛，对啊，是可以以稳为主的。我就可以直接给你飞到这边站台上，你歌剧只能跟在后边跑。那再往前走，前面的板区还是在的，那可能得考虑闪现开刀了。左翼过板打头，不敢翻，还防了一手兴奋。对。不翻是对的，抽到1刀，这边给到1刀抽刀，那只能往前面终点站的板区去转了，影响不大。现在已经6够了，场上已经是快3台密码机了。看能不能再逼出个闪现，抽刀没能抽到，手上还有个飞轮，对的，现在在板区博弈，有飞轮，花底顶，捏得很稳。好飞轮，手上是1刀，但是进了板区，板区对的。歌剧这边也是直接隐约跟上，牵制了100秒。这把甚至都有一个争胜面，这个牵制时间。对，是有的。2个化险为夷就够，而且大部分的密码机也马上就开掉了。对，现在手上有闪现，密码机一定要强亮，不想让监控者这边把密码机能去失常，因为他现在没有用过技能嘛。没错，然后第一时间再咬住怀表，确保能卡住这个淘汰进度。对，救人方面是不能出现问题的，不能给到震慑。应该不会给到震慑，这边血线还是有很多进度的。歌剧现在是只能通过震慑把自己的翻牌面打出来，想再卡一些淘汰进度，很危险啊！擦着头发过去的，好吓人啊！刚刚那一波蹲下的时候，我都以为那个4个大4要出现了。对，甚至还是一波无伤救援。对。那第2波的话，如果要刷化险为夷呢，就是大副跟飞行家进行一波换位，让飞行家再刷一波化险为夷。毕竟气象学家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嘛。对。201窗在追击。
想想他一波伤害，外边2台兵马机马上足够。对的，但是这波摊伤害的话，可能意义不是那么重大，因为大副本来就不是负责第2波救援的人，他是要去补电机，让飞行家去刷化险为夷的。我一说一现在都不需要救了，直接把兵马机亮掉。那你这个可能会更加残忍一点。他没有带那个回风反照，所以说我连震慑的机会都不给你。对。然后我飞行家就在你眼上卡，7眼门就直接没问题，只需要跑一个，这样打对也非常稳健，是很果断。看还要来救吗？还想上给张化险唯一也是直接亮。对，但唯独就是最好还是不要被震慑，震慑的话可能会不能埋下一些隐患。对，就能让监管者这边来回我再去干扰一下。对呀，这边顺带拖一下队友贴门的时间。哦，已经贴到了。实在不行就悬停，直接打一个稳救就可以了。是。救了下来，接下来打一手针对吗？但这样子光打针对的话是不足以完成一个夺抓的。也意识到了2个人都没有带回风反照，那再去针对飞行家。还有闪现，门已经是贴上了，18秒就能开，悬停加喷气背包，并且打断了隐喻，必须回速才能续上隐喻。是回速这边想要去挂掉这边气象，但你只要去挂，那7眼门就能开，2个人是一定能出门的。对的，无法拦截，而且这个岛的位置也是非常讲究啊，完全说是把这个挂椅时间拖到最大。没错。文野这边也是在等你这边挂上之后，你肯定会传了之后我就走红马的地窖。之后再切传送，2个队友可以安全走门。这个时候飞家再去找红马的地窖，监管者也并没有想着回速，那这样就是可以完成了一个3跑。对，将喷气背包也是直接用出，也是拦截不了了。对的，那这一局也是直接完成个求生者3跑，也是可以直接恭喜 FL 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对的，恭喜 FL。哇，今天他们是不止赢下了这场比赛，他们还拿到了2个技能分，对，非常干净利落啊。对，非常考验他个人的一个限制。没错。那看一下这个阵容会把谁放在大船嘛？我觉得大船的话，要么就给大副，给大副会好一点。对，大船真的很危险。因为大船这个位置真的，特别是1楼的区域，对于歌剧来说，遗属可以接受的。他们目的很明确啊，让咒术出来做牵制，大副跟末世去做2个救人位。医生的话就因为是歌剧嘛，其实你也不指望他发挥出来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先躲好，然后后面看一下打。哦，那也是看到直接往大船的方向去逼迫。来看一下上大船。现在2楼，哎。但是这个地方是个慢翻，他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那样的一个位置。对的。所以说让亚拉开了更多身位，因为如果直接跟翻，可能卡在这块长板了。哎，又继续这样子吗？这好像是有点擦肩而过了。这是一种什么牵制方法？但这个牌点确实耳鸣的一个迷惑性还是挺大的。对，因为确实一直没有很明显的看到他脚印的迹象，只要你视野范围之内都是没有人的。对的，对的，而且这个位置挺明显的，所以说对于宠爱来说，可能牌点也不会排到，但是远程已经瞄到上大船了，不选择追击。对，但我觉得来到双11，对，到这边反而会更舒服，因为这边是个医生。等于说现在开局是让了1台密码机啊。对，加起来已经有1台的一个进度了。对的，那看一下这边追击医生，然后双11的双双的话，其实对于监管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进行交互了，看一下能不能回上1波血吧。然后伞现在手上选择直接交闪，但还是回上了，因为我连续利用了自己的2个道具啊。对，但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开1阶了，对于歌剧演员来说的话，他的一个追击能力很强。是的。你这边医生哪怕说回1格血的话，可能也是够呛啊。看一下这边进板，本身也没有带飞轮啊，所以说他的博弈空间会小一点。这边一个板弹射应该是没有办法触发出来的。对的，然后飞一下隐月这边拿刀。那整体击倒的一个节奏的话也是2台半，感觉双方的话也都能接受吧，这样地图，你虽然说击倒的比较快，但毕竟前面是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对。而且这样的话，应该也还在他们的一个可控范围内，就是我正常的套2波化险为。再看下这边上到大船。其实还蛮难管到这台密码机，因为毕竟在一个2楼的位置，大副这边也贴过来了。这边好像是没办法蒙到啊，看一下，想去不爱手椅，但还是稳定给到了1刀。而且最后后面也摇到了，所以说这波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救援了。对的。那整体节奏来说，对于宠爱现在可能后期就不太好去这个控场了。然后往这边海边的一个角落倒地，然后选择再让莫武石过来救援。
我觉得比较看一下木偶师这波救援，他能够怎么样去保证自己的一个状态啊？对，对，因为医生淘汰之后，可能场上会有2个残状态的人。是的。我感觉整个对局走向的话，其实对崇安来说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控到着海边这个位置，也没办法让医生有一个2次牵制的机会嘛。对，基本上就是拖20秒再把它挂上。对，就看手椅上面的话能不能多拿一点状态了。这边也是排到脚印过来之后，看一下可以提前逼一个路易。对，但他还想再拖一拖时间啊。对。那这样贴到椅子，可能要交2段变身了。你说，哎，没变出来。那这样还是会比较亏啊。对的。然后医生选择往外倒，木偶师在原地。这局对于崇安来说，控场的机会是小了很多了，因为现在密码机的话，我们看到只有一个50多的。而且大概率最后一台会让满状态的咒术，不是这个人怎么又在这儿蹲着了？我发现这有一个小身影啊，在这里。对，但这个位置倒的是不是很不好？哎，一个飞轮，但是没有。因为医生这边是没有携带飞轮的，对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进板啊，所以说这边很想说你打我一个气球刀也好，我先把这个人给垫下来，不然他攒不出来这个猴。没错，卡到了，猴好像马上要好，能垫到吗？垫到了，但放下来了。我的天哪，真的差一点，因为我们现在看密码机的话已经是96的一个进度了，一旦放下来一次，可是这现在传的话，密码机是压好的一个状态。能蒙到吗？蒙到的话还有机会，看一下虫在这里。对，但是看起来应该是不太好打到了。对的，那直接选择关门。另外一边的话，小门其实是没人贴的，因为2个人的位置，一个中场，一个海边。这边大门的位置是木偶师。但只要木偶师在这边拖一点点时间，毕竟你把传送给交出去了，所以说只要把你限制在大门的话，小门的人你是管不了的。没错。那也是看到 Monopi 想的，我就尽量让你倒得远一点点。是的，往海边角落去倒。那这样子的话，另外一边的位置已经来到小门附近了。对。对于宠爱来说，要赶过去有点难了。对，拦不住了，因为现在手里没有传送的技能。这样子，另外一边门应该是能点开，这边的话没有传送。哇，其实这一局对宠爱来说真的很可惜啊，就是你看大船那个位置没有排到，后面又被宙斯这边的一个给拖了一点。对，那同样对于阿克西斯来讲也有一点可惜，就是一旦最后那一波能再保一下的话，密码机就压好了。因为其实当时应该是可以抢摸点的话也挺痛的。前面被骗怀表虽然依旧没啥影响，但后面的这种拉扯局你没道具是很伤的。是的。啊。然后气象局的牵制真的是很看手法了。就纯属自己的一个博。对你本身自己一个道具释放，跟跛脚羊的笼子还有点说小。区域选择。怎么回事？是一个包围圈啊！谁都没想不站出来，谁都想站出来。是的。因为这个区域选择的话，其实也算是把调暗室保护起来了。因为大船这个位置，你换歌剧的话，它是一个优势点。但对于跛脚羊来，好，来看一下。这边果然是找小天的气象学家。哎，那这个天赋不就带对了是吧？我就是一个双弹跟飞轮。因为这阵容就挑2个去抓嘛，一个调暗室，一个气象嘛。是的。看下这边围龙的一个释放，先选择积攒一下自己的一个愿力啊，不着急。对。所以这边地形不太好去交这样的一个笼子。这边也是一个单向龙，这样子也是捏好风，准备过来的话强风吹一下。强风吹开，但是吹的位置，哎，这边是一个黑龙，不过好在这个笼子废掉了，但现在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第2个笼子了。对的，但双龙一刀的话，其实对于向雪来也能接受嘛。嗯。你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双板的博弈，想要回头砸，对，然后给了一些存在感。那后面的话，这个笼子比较关键了，看一下能不能再多拖一点时间，毕竟手里还是有道具的。这边一个后撤，对的。然后这边闪现还差1秒钟，看一下对小天来说有强风有飞轮能飞掉吗？能。闪现，但是因为它是3/4伤害，对，如果刚刚没有给那一刀的话，这个笼子废掉加闪现是倒不了的。没错。那这样子的一个前期时间，对于球员方来说，我觉得是有点亏的，有点难受。对，而且这波通缉到的调香，小明这边贴的也比较早啊。把这边板子处理一下。且不着急，因为对于这个时间来说的话，你来的越早，我越不亏嘛。是，因为料想你们也不太可能来的早了就秒救了，是吧？对，还是要拖一点时间。对，打到了一个针对。保住自己的状态，因为对于城东狼队来说，他们也是想好要去跟你打保平的。是。对吧？那我这样保住状态了之后，后期还是比较好去打这个3人并赢。那看一些第2波的一个救援，第2个化解围的话是在调降师身上，那已经在往这边赶了。
但整体的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现在才刚刚开了2台，2台半。对，因为每次的话来救人的人都来的比较早啊。他们也是怕被拦截，对，因为这张地图，而且海边这个椅子的话是视野比较开阔的，救不下来风险更大，所以没办法。这边把香水一浇，然后拆龙，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那要不要选择回香？回香躲掉围龙，这边有个无伤救的机会，第3个龙交出来，但这个笼子没有罩住椅子。是的，那选择给一刀救，那对于这样选择来说是有一个很好的2次牵制机会。对，手里还有道具，因为现在愿力值不太够，看一下这边就一个单围龙。强风吹开，但并没有选择交尾龙啊！这位置选择帮忙扛到了，还回上了香！天哪，这一波操作，对的，已经是可以让气象学家活出这个晃险围之外的时间了。就尽可能多拖时间，对吧？有机会的话就争一争，但现在的话肯定是保状态为主。然后这边再消耗一个围龙之后，就应该选择倒地了。没办法，因为果冻的话能看到还想过来再去帮一帮。嗯，对对对。那这样淘汰掉之后的话，外面还差1台半的一个进度。是的，整体密码机的进度会比较少。对，但不过好在大家的一个状态都很好，就是就算现在来到我面前啊，大家都是有牵制的机会的。是的，这2波救援的话，我觉得是把局势给拉回来很多。是，如果说你想现在大副是个半状态，调香是个半状态，对对吧？那就很恐怖了。嗯，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往海边去，想要找到小明的位置，但没有找，选择回头。其实这边我觉得成都狼队他们的一个机动性还很高的啊，直接选择是开了2台新的密码机，不让你进行控场。然后这边爆点也很及时，但对于卡基里来说的话，他更多是想去积攒自己的一个愿力啊。而且也主要是这边小明他密码机也不修，但是呢，对于卡基里来讲，他又比较确信这边明明是有个人的，所以说这一波还是浪费了掉监管这边比较多的一个时间。他想去调你这边大副去修海边底下那台密码机，但这边其实小明一直不上套。对，那你愿力值满了，现在还在等的话，那这样子就是白白的给学员送节奏了呀。对，是的。而且现在其实小明就算站出来也没关系了，另外2台密码机进度已经很多了。对，是的。本来就是一个满状态。这边围龙过来还没拿到刀，给到1刀，但手上怀表还在，其实也不着急。密码机也是一个8、90的状态。有一台80怀表要不要选择交？如果交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撑到蓄力刀，那这样还是能有一波手语机会。对的。那这波救援得让莫尔师来了，因为调香是没有回光返照。选择留道具，因为他们觉得保道具，然后开门战去打会比较好一些。看一下大柠檬他的一个救援。没错，莫武士的话还是不太担心的，选择变路易，然后直接拆围龙。那看到这边是转回来给1刀。对，然后前面的话还有点难以贴到椅子啊，因为前面被围龙给罩住了。不过好在大副其实他也蛮难做的。但这个愿力值你消耗的越多，其实对于监管来说也不是很舒服。对，我觉得不如现在就开始攒着嘛。是的。因为好像有点难以阻止这边把人救下来，毕竟密码机也压好了。没错，然后给1刀直接选择通电密码机。然后满状态的莫武师应该是当面去给大明压力的，这边怀表一交逼出来，然后选择找莫武师，莫武师这边变出路易，对，打到1刀，还能再变一次，手上有个失去的话，还能看能不能躲掉这个围龙，难度有点大。是的，对于卡 K 来讲，我可以等一下你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哎呦，还是倒了，对。对，失去是没有挡到的。对。哦。但这边的话，对于主要是他逼出了闪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另外2个人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冲小门了。是的，是的。如果说刚刚是没有逼出来这个闪现的话，那我把莫尔师击倒，我再去拦截一下大副还是有机会的。毕竟你也表交过了。没错，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卡基里来说，这一波闪现交的有点草率了。他有点急了。对的，有点草率了。那这样的话也是陈东龙在这边成功保平。还是能感觉。这边会想思考一下，以及说你的一个辅助技能要怎么样去携带。对，来势汹汹啊 ！X 这个阵容真的是很少在第2回合能见到。给到，其实这个阵容选在哪里都差不多了，大家都很能溜。对，还是要看具体的一个牵制了。真不好追啊，真不好追。古董。能看到宠爱这边不太想去找起点站的人啊，反而是直接来到猫豆皮这边。想去找一下前锋吗？但我觉得前锋前期也不好应对啊，可能是要逼下道具啊。还是要去找一下病患。因为台球手的话，确实可以直接把终点站台给你封住啊。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真的头疼。
就你拿出来抬好手也是非常乏力的。对，而且这边没有第一时间找到，因为你当时的选点是距离病患最远的嘛，所以说他提前有前锋的爆点的话，已经躲起来了。那这样子我也是锁定到了飞行家，兜兜转转还是选择飞行家。这边的话也是封住了这台密码机。对的，这边滑梯先卡一波，然后把你的加速给消耗掉。然后毕竟带了一手双弹，所以说也可以趁个反弹拉走位置啊。对，然后后面观察你下来的一个点位就好了，手里的道具都在。这边的话应该选择要交背包了，但选择的是大喷，没有把宠爱这边喷走。啊，很细节，宠爱是刚才有个回头的一个动作在的。那前面的话感觉是没有闪现可以拿一刀，哎呀，这个球都没抽到，闪现只能闪现开，然后这边猫头屁补了一个长撞。但是我觉得这个撞球其实意义不是特别大。真的，这个撞球主要是宠爱他手里还有击球点，后面可以很快速的再追上，但确实会给阿斗更多的一个拉点空间吧。可能你要把击球点用在拉近身位，等你拉近以后，我再交道具。我拉近身位，同时我把你密码机封了。对，这个位置，然后这边再拉过来。酿这边可能也要再去拖这个时间了，对的，古董商过来了。好，一个主球把古董商收掉，那这里可能要打古董商一刀。没关系，这边打一刀，我觉得对宠爱来说是赚的。那看一下阿斗这边手里还有最后一个背包了，对的。想尽可能延缓一下这个倒地时间，然后滑梯的话，感觉距离很极限，能滑到背包交不出来。哦呦，正好吞掉了他最后一个背包。对，那这样击倒时间你看下来就2台半。对，其实从密码机上来讲是很快的，虽然说已经2分钟了。是的。然后密码机这边还在回退。是看一下，而且刚刚古董商还掉状态了，其实这个有点小伏笔啊。就我觉得这一局对宠爱来说是很大机会的，然后选择前锋选择拉球过去救人，主球是没有交的，但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双叶条还很充盈，所以说不用去选择交主球，给到救下来。这里的话，感觉可能 Mono B 还要观察一下能不能有保人的机会啊。这边主球要躲，哎，这刀没打到，那得赶紧拉开。还没吸到。前锋的位置在哪里？有没有人去帮忙打断这个加速呢？看一下，感觉到是发现飞行家这边躲掉了主球以后，应该是走掉了，对的，自己带人牵制了。这边已经活出了这个化险为时间，都已经牵制100秒了。但还是因为前期的这个联动打的太多了，所以密码机没动，而且这一波外面没有人修机，对吧？病患是在补充古董商的状态的，所以说等2挂以后还是2台半啊，甚至不到2台半。就现在密码机非常少。然后还要不停的把人从对面给调到这边来救援，然后去封一下人皇桥的一个密码机，那边已经是2个人开始一起抢了。对，这不着急。哎呦，还扛到一刀，对，也行。那兵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就不打算救飞行家了，就让他自己玩了。对，这边看一下，尽量。多浪费一下宠爱这边的一个击球点。主球一抓，放出来给一刀，没什么问题。好，像外围密码机的话也是将近3台吧，我觉得这一局真的对宠爱来说舞台很大。而且球场那边的话也是，因为你要打台球手对决，后面最好大家都是满状态嘛。对的。他的闪现也是已经好的状态了，所以说他们一直在调整。对。道具的话，因为前锋前期是消耗了一些的，所以道具不多。但是其实古董商以及病患道具还很多，就看宠爱这里是怎么选择了。我觉得闪现比较省，因为这个时候你去打闪现去打开局面的话，我觉得会很好。因为密码机差2台嘛。对，那这里的话是能看到前锋那个位置，另外2个人是躲起来的，以及尿已经到了鬼板。没错，那也是把桥上的密码机开掉，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形成一个半场的3连。九人方这边也是有意去防了一手，然后选择这边去找一下前锋。对，再来到这台密码机一看，但是应该有点判断错误了，这边是没有人的。能看到球场这边修的，目前来看是起点半场的2台。对。交钩，提前拉开点位，这边有闪现。哎呀，但是有一个东西挡着了，因为看到他交互，如果闪到是可以震慑的。哇，这一波感觉有点可惜，把主球一交，那这样子就少了一个拿刀机会。是的，因为你闪现跟主球全交了，才只拿到这一刀。确实，我觉得他这个闪不应该省，就是应该拿来打开局面。只是那个位置对不太好。对，那个位置确实把他卡住了。选择跟车。感觉这波跟车会给到一点时间啊。
那因为下来我有钩子。哎，但是他没有选择交，所以说这样的话下车就倒地了。嗯。那这波上挂，看一下不选择挂。还是先去封一下密码机啊，因为这两台密码机我是可以同时管到的。这边已经是修到了52的一个进度。对。然后再回去挂人。嗯。这边看到古董商也在摸了。在摸他，但是时间还是不太够啊。看到他现在的一个自愈进度才60多。直接把人往外面去牵，这样不给你去打 OB， 然后也能挂到遗产附近。感觉这一波对虫爱来说真的机会很大了。对于全方来说，现在有个很大问题，就是我密码机修不开。我把人对我把人挂上之后，如果说能拿古董商状态最好，拿到之后我也不会管这个手椅了。而且这边主球是被收到了呀，对，是有意的，对，他就已经是想过来救人了，因为从古董商根本就不想救援来看啊，他是想去起第6台密码机的。一样的道理嘛，就是你这边拿古董商状态跟拿前锋状态是一样的道理。反正拿一个，另外一个救下来。对的，然后看密码机37的话也不太想管，这边选择直接再出来追。病患这边还有个钩子，但主球也好了，打出主球，看这个牵引的线能不能连到呢？能不能压迫走位？这边还有一个牵引的机会，但前面如果进板，可惜手上击球点杆好像没有好。对，现在手里只有一个。对。但这波退杆的话，球生这边还是有机会操作，因为离交互点比较远啊。那另外2台密码机进度已经都很多，它是一个同步进行的一个情况。对。想骗，但是哇，塔卡狗没有上当。对的，再投下去密码机要够了，抓住，给一刀击倒。那这边也是古董商先把位置挪出来，要过来救人了。但这波挂上以后，其实前锋那台密码机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退一次有概率，因为古董商的位置太远了。但你只能让他来，因为他是个满状态。哎，能看到球生已经提前开躲了。对的，先连上，打一个主球不让你修。这边的话要压时间，不着急出刀，但是也要博弈一个手椅，退一次就能出刀了，也不着急，要打针对。给一刀。那给一刀的话，古董商这边是有机会把这个人给保活的。是的，还能再退一次，手上闪现好，直哥结束。闪现怎么交？这闪现很关键。但是闪现之后，古董商能压还是有机会直接亮。对，但没有回反照也行。但那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过来 OB 一下，不然的话，病患他是一个挂飞了。没错。应该是有点跟不上了。那这样所有人都在脸上，虽然说我手里没有闪现，但我明确知道你古董商是在终点站的位置的。对。起码这一局对于虫来说，很大概率是能破冰打了。对，能够打一个3抓。但是怎么又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哦，还没发现了脚印。找到了，给一刀。然后另外一边的话，其实对虫来说可以先把人挂上。对，先挂上，然后再往那边赶。不过现在目前手里的击球点不太多了。对，可能从终点站赶到起点站会比较难一点。来不太及了。对，位置来不太及。太远了，正好是个对角线。对的。因为这样大图的话，其实控场上面会让台球手很舒服，但是2个门的距离，同时也会限制到台球手的一个管门的节奏嘛。那这样的话也是由宠爱先完成了一把3抓。那就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天赋携带跟区域选择了。天赋携带上面的话，这把同样也是有3个化纤维的选取，对吧？你像园丁啊、火灾啊以及佣兵都能去携带，选择在了鬼板的位置啊。这个位置直接冲进鬼屋找人的话，其实贴脸的速度非常快啊，比较考验火灾特战员他气囊的一个释放。就看一下吧，因为今天其实也看到了一把，就是歌剧与月亮的一个表现，就是。好，那是直接冲着鬼屋去了。这边是小天的火灾调查员，看到脚印这里是直接上2楼。肯定还是要追的。哎，堵住，把气囊打掉，然后翻装下去，然后残影也消失。很常规的一个牵制。是的。就基本上鬼屋放火灾就是这个原因嘛。我可以稳定的消耗你的时间，然后这边再去反手找园丁，消耗掉火灾的气囊之后也不着急。因为这边时间的话，园丁的盾快消了，而且这边是打掉了。不过好在果冻他
非常未雨绸缪啊！我是直接把道具换成了香水。没错，那这样子的话，我前期就不怕你的一个针对了，对，那我这样的话上车是可以无伤上车的。对的，因为这边有一个移速加成嘛。对。而2站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哪怕你再快也赶不上的。对，还是不会去打到一个震慑这样子啊，会让他提前去，还甚至要去有一个秒盾了。后面没错，这个秒盾的话也可以比较好去应对你的闪现。是，这个闪现一个板博。这边要选择等盾吗？等掉，那就硬拖时间。对，等这个盾结束再交出这个闪现。对的。这个闪的还好，还是架在这儿了。对，是的，因为是个短板，如果是那种双长板的话，可能就出问题了。感觉打出了一个很难的操作，这个往后闪现。他应该是有点蓄力往前按，但是他往前按，然后想打后。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对，但是因为没闪出去，所以视觉上是往后闪。没错，但没关系，也是击倒了嘛。那这边整体的密码期来看的话，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对局啊，没有太大的影响。然后火在这个位置应该被干扰了，也选择去救人，但这边好像已经排到一个反绕过来，能提前拦截到吗？看一下气囊堵住了，这个气囊他自己也有点救不了啊。对的，状态条、淘汰进度条有点危险。卡他位置可能要过半，这边又有一个以前波这不更撤？那这样园丁他要过半了，这稳过半了呀。这边后手还找到弓箭手，一个回速过来，对，把这个飞轮跟道具都给逼出来了。没错，然后牵起来压迫一下佣兵的位置，往这边走。对小明来说的话，尽可能是多拖一点时间然后一个护腕过去，无伤救援小明，然后要不要选择帮忙扛刀？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让小果冻吃到最好啊。对，但没办法，他们只能同时往左边走。但打不打的话，其实刚刚自己真的是没什么太多办法。是的。那这边的话也是尽可能再多牵制一下，然后等盾。没有等出来，对。这一波的话，我觉得会完全打乱掉求生这边的一个节奏了。首先，现在半状态的人很多，那个密码机可能要停一会儿，然后原颠的话也是直接淘汰。本身这波救援下来，因为2台半嘛，我们都是往平局的方向走的。对。但现在给到 Kaki 的是我直接淘汰一个人，甚至密码机是一个3台半的一个节奏。对。那对于歌剧员来说，现在我的舞台就很大了。加上其实火灾的道具被他消耗干净了，对他2个气囊全都打掉了。那这个时候也知道3这台是台大遗产，然后马戏团在修。难道破译的应该是弓箭手，所以说就赶过来弓箭手这个位置啊。因为我觉得现在追弓箭手是求生最能接受，但他其实是在掉火灾，而且掉出来了。那这里的话掉太刀很亏啊。是的，而且这个位置倒地的话是唯一一个化血唯一，而且要倒到3站，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带不走这台遗产。对，但现在好像很难再去带走了，有点被架在这个位置了。没有给到刀。对，但这边有流残，右边到，这有板台翻回来。有个慢翻还好，但这边留影还能翻。是的，你看弓箭手已经调转自己的位置，就为了想在还能翻，回速过来还没拿到刀，还在博弈。哦呦天哪！这波拖出了关键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弓箭手你看得到这个位置已经过来抢在3站的密码机了。是的，但是选择传送，他想要去抢一下，但是佣兵这边一个护腕上车。我觉得他是不是传错了？他应该不是想传佣兵这台吧？我觉得是不是想传弓箭手那台？但这样再回去的话，应该也是起不太来。来看一下啊，这个状态条多少？80多的一个进度，应该是能摸起来，但是应该摸不起来了。没有摸起来。对的。那这一个眩晕选择起来了。对，选择起来，后撤弩补上，手上飞轮拉开距离，但可能还是要试一刀。对。那我觉得卡克利刚刚的话也是说，虽然我交出一个传送，但也把你直接从2站逼到了对面，你现在要跑回去修那台密码机。现在状态条就很难受。对，而且那边他也知道火灾是交了自己的自愈的。是的，这个时候选择继续追火灾吗？可能他觉得火灾这边没有道具，更好去解决一下。而且这边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遗产嘛，再加上我顺便再来管一下佣兵。应该是本来想守3站那台，现在守不了的话就换个方向。起点这边有2台比较多的，对。回速过来想掉下火灾，但火灾这一次血聪明了，
啊，精英市长于是就没有再去给掉到位置，在2楼的位置也是很稳，回速交过，所以这个船能翻。对，那同样对面半场那台密码机也修到66的一个进度。对，但现在问题就是有个问题就是没有还原板照，同样也没有自起，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赛前有聊到过说天赋上面的一个缺陷了。哦呦，这个博弈，我怎么发现小天没有道具之后变得更强了？很稳。对，就不会再给他这种失误。对，把回速也给骗掉了。对的，那这边板博再看一下这个长板。哦呦，直接亮了。这边能击倒吗？很关键，还在倒，我就要不把板踩了，真的把板踩了。他给你受不了了。这边再约过来，这要倒地了，但没有自起。但这个时候的话，对于权者来说还是难打，因为为什么？没有自起，没有还反照，是吧？这个人我不用挂，对我现在不用挂，然后我去排点，只要你这个站台没人，我选择传送落地，还是能找到人。但这边的话，弓箭手已经躲好。对，不过有耳鸣往这边走的话，应该是选择回速。但他还可以继续往前跑，只是可能让那边他现在必须得直线过去了，因为毕竟门是没有点过的。是的，但我觉得这一局其实对权者来说得拖挽留。还是得拉扯，对，还是得拉扯，佣兵还是得卡在中间。这个赶路能力太强了。对，就是我就算回速一次，但是如果拐弯的话，这个门就开掉了。但没用，佣兵那个位置他能看得到，他知道你格局去哪里，他的机动性很强的。还有个护腕的，学者弓箭手。啊，弓箭手手里还有道具。没错。哇，打中了核心。对的，把隐月给打断了，这样子逼了一个回速。那前面的板博的一个空间的话，我觉得对于大柠檬来说的话，优势很大啊，对，有机会。好，飞轮交出来。另外一边人已经摸起来，两个人可以直接走到起点站。是的，传送投不好，这边隐约过来要晕，给倒，还在拖，太直满了，又来到了这个板子，这不是小天战斗过的板子吗？是的，但这边一刀给到还是击倒了，但是传送是好不了的，这样的一个极限平局。感觉是要拿下了，因为传送好不了，另外的门已经来到一个90多的状态。哇，这把也太刺激了吧！将功补过，只能说。是的。我给出去的，我自己拿回来。我拿回来了更多的东西。是。因为这一局真的是。这些。但又考虑到其实是小明的一个救人位，我就觉得他很能牵制。其实我刚刚也想说，就感觉是你的艾维克制守墓，对，从角色上来克制。古董商以中场的飞行家大防附近的守墓人。这局这个时候选艾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最好要破冰。那小图。好，来看一下伊斯恩也是往中场去赶。先赶一下中场的果冻。技术，然后选择直接落地。但侵蚀值的话是59。对，这边也是逼了一手背包，再记住一下古董商。但我觉得伊森这个易主本相交了之后，应该是不换追了，对，找飞行家了，应该就是。找飞行家他本身也没有带飞轮啊，所以说不存在说我主动去消掉你侵蚀度的说法。对的。看这边也是本体跟伊斯人去压迫一下。哎，前面是吃到侵蚀度61，好，那这边喷满打一刀。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正常节奏吧，就是反正吃满侵蚀度给1刀嘛。然后等下个技术的话，看要不要用背包去拉开距离了。但手上的闪现是要快好了，这个身位的话有点近，可能逃兵都不用技术啊。技术一下压迫位置，知道你背包要喷。打断一下，想要看一下这边古董商是有点要过来去帮忙。然后飞轮清掉侵蚀度，看这边给没给到。自己吃了一刀。对，有点，有点难受。对。这样的话，他还要去花一点时间调一下状态啊，因为果冻这边的话，可能还是在卡 K 里的一个追击范围之内。没错，然后现在果冻的话，它其实就是为了拉开自己的一个闪现身距了。尽可能越晚吃闪现越好。对，因为只要本体过来就要吃闪了。哎，但这边回头的话是给到一点机会啊，闪现没有交出来。是的。那这一局的话，其实给到存在感还是比较多的，已经3刀的一个存在感。那我看一下外面密码机2台半。而且主要是古董商那边是一个残状态啊，所以说他后面的一个破译如果不调的话，会有点压力。对的，但也还能接受吧。就是反正我拉这个状态去换飞行家拉点嘛，不然那个位置刚刚飞行家也要闪现倒地了。
可能闪现都不用交。刚刚看一下这个位置，守门人过来。 等一下，也是开了自己的2阶。嗯，其实接下来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牵制机会了，就先拉开。因为毕竟道具也交完了，但这边的话技术时间还没到，可以等他到时间了再选择技术。然后落地下来2阶，给一刀。拿外围。看一下。 你看调状态时间还是非常及时的，对，人家调了。但可惜没有第2个化险为夷出现了，因为是小果冻带的嘛。那看一下他们应该是让小明这边再来一次，对。但其实这个有点远。对，主要是卡克利这边手里技能没交的，我可以远程把你拦住，所以说这个救援会比较有压力。那现在他就要找古董上的位置了。嗯。 哦，那这波救援没救到的话，其实外围是没有拖到多一台密码机。对，最好的情况是3个人拉扯最后一台嘛。那现在的话，其实会有点难受。但是小明这个位置刚好卡得非常不错，一直给到耳鸣，然后记述一下教授。对，但他现在就是很清楚教授以及守门人的位置，想找一下这边的一个古董商。然后这边记录时间还没好。 但是要去找古董商了，要去找了。主要他也把中场这台密码机给占住了，那台其实一直都没有修开。闪现没交，主要是。对，古董商是半状态，这个牵制还是比较有压力的。手上飞轮好了，看要不要选择。哎，99侵蚀度，这边有云门，但这个位置云门没有过去，闪现给到一刀。对，还是个慢翻。 哦，主要是有点急了，因为觉得我再不云门，很有可能会被闪在窗外嘛。对。但云门过去以后，离窗子交互还是有一点点距离。但还行，闪现逼出来的话，外面密码机亮了，还剩1台。但这一台现在有点难修，因为14人站住，另外一个人要救援的话，可能这台密码机也不太好修。对的。然后教授这边也是立马去树林去补了。嗯。这局对于 Kaki 来说也是可以以乱打乱的，我觉得直接给刀。对，那现在大家状态都很差。嗯。以及说教授这台密码机，哇，这边躲掉了。这躲掉了的，手上鳞片也有，看怎么交，没有选择交，直接贴脸给到一刀。对他把千人值给拉满了，那另外一边的话也要赶紧调一下状态。 现在对于卡 K 来讲，他想把树林以及说沙包里这台密码机都给控住。没错。嗯。然后求生方这边是一定要保证有一个满状态，因为这样子的话，救援上面不会有压力。对的。然后古董商这个位置手上还有飞轮，闪现交过了，所以说压力也不是很大，不怕这个时候。啊，但场上场片真的非常多。对，那现在对于卡 K 来讲是，看能不能再打掉守门的一个状态。嗯。然后求生者最好是3人3台，对吧？对。 然后有14人跟本体追得的2个就不要去修，让没有的去破1就好了。落地2阶98，但是手上有鳞片，要不要选择？没有选择鳞片去顶侵蚀度吗？这边一直在骗啊！哇，这个红光看得很好啊，没有被反绕到一点都没有啊。对的，还给到了古董商在外面兴起密码机的一个机会。 甚至说鳞片没交的情况下，98侵蚀度都这样说明你下次过来我还是有机会。对的，还是有机会废掉。是没有冷却的。对。啊，树林这台已经被偷到了80多的一个进度了。对的，得管了。记述一下。卡 K 现在至少得在开门战之前拖一下自己的闪现。嗯。然后本体是压的。树林。古董商。对，鳞片顶掉。哇。非常关键，说他教授这个鳞片拥有特别好。是的，因为想。 沙包里都已经多少个陶片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一波是直接把 Kaki 的完全结构给断掉了。嗯，这样的话密码机是能压好的。对，因为你刚技术过那个守墓人，你没办法管他那一台了。对啊。那古董商也知道自己是开门战的目标，然后赶紧是拉开大门的附近啊。但这局的拉扯的话，其实才刚刚开始，因为开门战这边还要再拉扯，闪现是好了的。小门那边是有点被控住了，因为14人在这里。对。 啊，教授这边马上就可以激素他了。然后看一下
这个位置手上有闪现，叫这边守门人切守门人有换了一个铲铲，那看他下铲就先不管了。然后再去压迫古董商，古董商这边想去偷门，但是发现掉头立马就拉开。其实对拳方来说拉扯得很好。对，先把挽留给拖掉，这个门是不着急点的。对的。然后教授这边也是躲得非常好。那这样子的话，大概率有可能去硬拖一下了。然后只要本体进入到一个比较好追击的范围的情况下，才会让教授点门。因为现在对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还是回到刚刚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局面，技术，还又是98的侵蚀度，闪现，但这闪现交出来其实能接受，对吧？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也是第一时间点上门了，但是毕竟是古董商，点门速度还是有点慢。但好赶消息，紧换守墓人。对，好消息，异世人的话，毕竟刚才在小门嘛。对。看一下挪过去的位置的话，门口的进度好像有点极限。古董商是故意往回走的，对，但不上当，直接想技术守墓人。这边97、98、99开了，对，不着急，他可以用异世人看古董商的位置。看到了，在中场，而且是个半状态。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妙，古董商大概率有点难走。然后2阶我先把守墓人也走不了，没卡好。那这样子看一下这边再补上一个技术，把人举起来，喷到了。古董商是不敢过来的。70多，我可以把人牵出来之后再用异世人喷回来，怎么说？想要4码卡给你放下来了，异世人喷怎么说？可以传内轮，可以吗？喷满了，这边再给一刀。我的天！那现在把人牵过去。守墓人因为刚刚是被牵过，再放下来，他的自愈没有那么快。好，现在起来了。行，那进铲的话还是有机会出去的，应该不难了。对，被古董商挂上。哇，这个还好没给到4啊，对。太刺激了吧！我天哪！因为这波是刚好不够，如果比较好的话，那小说家呀、火灾呀这种扛刀扛起来那。真的很头疼。对，扛机械的收益太高了，只要他的娃娃在外面，我扛他外面就是永远有人在修的。就哪怕你选择对角，我也得找机械师。但如果你看机械它是往大门方向溜的话，其实只要前期自己撑一撑，有一个比较好的。好，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能看到塔卡口这边是反走，一个反走，而且宠爱他没有想追机械师。想去找逃脱大师吗？从救援上面去做文章，但是外面马基会动得很快啊。而且这把有3个化险为夷。对的。就算你追了逃脱大师，还是有2个化险为夷可以能救人的。来开门过来找，但足迹的话是绕开了。对。这边距离拉得非常开，前期的一个身位并没有把握好。然后 Monopi 的话，下一个迷烟炉马上就出来了，这边还卡掉了你的一个藤蔓啊，续上了他第2个迷烟炉。没错，那只要这2个迷烟炉稳定去把自己的位置给迷惑住的话，其实拿到时间越晚越赚。感觉有机会拿到了，碎石给一刀，但是能交。对，因为有个被动。那还有个碎石的机会。那其实对于虫来说的话，碎石躲掉了，因为 Monopi 也知道你可能想要秒我。这边的话再开门，但是是一个反走回来，碎石能否命中呢？我觉得可以直接打。对，直接给一刀。但我们看密码机的话，已经是比较快了。他们主要这个阵容，他们有3个化险为夷。对，就打逃道士的这个机会，你反而没了。有点难受。这个开局对于虫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看一下这边还能把自己进行一个换位，对，让你不要干扰机械这边的一个破译啊。虽然你锁了，但是这样你的手椅上可能会让酿这边直接救啊，因为距离比较远。然后机械傀儡的话也可以进行破译嘛，也不担心。这边的话也是压迫过来，但没关系，可以多拖一会儿时间。对于尼亚来说，想去一个砸板博弈一下的，但是没有博弈。但正常持刀救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没错。这边走出来。也没有给到碎石伤害，这样虽然感给的不是特别多，都是一刀一刀拿的，就前面炸了一下。对。那再选择往角落倒，就挂上了之后还可以换出来，对吧？然后再换位过去救人。
整体密码机的进度是很够的，很快。对，压满再救一波的话，就差那台27的密码机，是2个人在合修，火灾跟小说家一起。没错。然后现在挂上自己还要再去换一波位置，我怎么感觉这局就一次够了？对对对。甚至说机械那边都有机会贴门，你本来我就可以换一下椅子。看一下，攻击到了阿斗。对，但这边缠住碎石炸到了，这波手也能打出机会吗？看一下，需要机械师过来，我觉得需要机械师过来了。手上是有机械师来了，再吸一个碎石。哎，我在是故意去分散你的注意力的。看一下，对于求生来讲，最好还是掏上这个化险。只要化险为夷交出来就行，所以说机械师不担心，给到一刀机械师。化险为夷交出来，火灾在帮忙扛刀。2个人都有回光返照，侧刀打到了头大师，但是密码机感觉要差不多够了，最后帮忙下个板之类的，看能不能。对的，那这个时候95、96、97，肯定是能够的，肯定是能够的。一个藤蔓绕过来，但密码机通电，取消了，这边还将气囊弹开，一个反绕过来，开重金之托，但这个位置。开门，但好在消息他们门点的很慢。对，因为刚刚来的人比较多了，然后贴门的人他没有办法贴。娃娃的话，娃娃贴门的，娃娃都没有时间去贴，因为刚刚是把机械师给调过来了，所以说挂人时间好像要很久。挂上门的话，手里有移形。先排大门，但是大门没人，传送落地，娃娃点开了。这边有地窖的。对，但门口出不去，娃娃想帮忙去挡一刀。是挡小说家有换位，但这藤蔓，哎，为什么？不是为什么要自己站上去 ？What？ 那这样小说家自己也有点。小说家有输液，他不怕。对，但我觉得当时火灾要跟小说配合一下，就是。不是，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子冲啊。就小说家他也不敢冲啊，因为那个位置有藤蔓的呀。对，藤蔓没那么快消失的呀。藤蔓没有。命中，那看一下求生这边怎么样想，因为他们本来想的是2个人冲小门，然后机械师这边走地窖了。但现在还是能走，还行，保平了。哇，这个极限保平真的是太惊险了。感觉最后一波呢，配合有点小问题，因为对吧？我可以在换位的一瞬间看能不能，或者说我觉得可以放出来，要么。对，因为我娃娃用来扛刀倒的慢一点，反正外面修的也不慢嘛。对。整体来讲，就只有苦丑他会修的稍微慢一点。是的，如果说我要保住娃娃去牵制，但是要找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找机械师。对，得找机械师。因为你追囚徒的话，外面还是相当于4个人在修。对，追机械的话，这外面就是3个。好，直接冲着果冻的机械师。来看一下这边。是保娃的，是把娃娃放出来去牵制的。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因为这样囚徒的话，连线可以配合娃娃的一个破译，然后速度更快。因为他们这一局不单单是要去跑出去人，而且要跑的时间，对啊，那果冻都已经走到很空旷的位置了。就没关系，我给你打刀，对吧？但是这一刀没有消耗任何的技能啊。对，包括藤蔓。没错。然后选择藤蔓拉出来。这边的话绕回来还好，距离不够。我贴近了身位啊。是的。前面碎石能压迫板子，这板不博弈，选择翻窗，但开门之后只能往后还有一个碎石的机会啊。空军要过来交枪吗？但碎石有机会去命中的，躲枪没躲掉，那就把这边的牵制时间拉得更久一些。是的。不过前面还是贴近身位，不过果冻这边手里是有飞轮的，如果单靠眼球碎石的话，有可能会被躲掉。对的，藤蔓飞轮，哎，想要帮出，距离刚好不够，没关系，交雷电，但顺手就踹了一下，对，也影响到了。看一下藤蔓，这边果冻的飞轮还是没交的，刚才对方交了飞轮，所以这飞轮如果飞轮用来顶这个的话，那碎石就躲不了了。对的，还倒地。那可以把它往娃娃的方向去，或者说就往囚徒这个方向去牵一牵，因为这边都是他们的一个要修的密码机。没错。那这一波的话，其实娃娃是地前没办法碰到密码机，但也不能秒救，所以说要去封一下。要秒救吗？不能秒救。这个我觉得保娃打的话，你一定是要卡住这个状态。他既然第一时间没修上，你就更要让他在椅子上修一会儿。是的，是的。
开门，给一刀。让他快点救援，打掉状态他就不得不救人了。然后亏小手是有火箭筒的，看怎么去辅助了。一直在注意这边火箭筒开过来啦，但眩晕成功，还是眩晕了。但有成瘾症，所以说小古宗师也不好拉点啊。对，还是在化险为夷时间之内击倒了。那这样子，密码机其实来来回回干扰很多。小天这个跑位感觉，他有点想回来，但是又走了，对吧？有点，可能需要他来卡这个人，因为红毯这台密码机被踹掉一脚之后，加上人一直挂在这儿，就很难快速的破开了。对，那就应该是让他卡一下这个人。脑亏小丑选择去核修一下，给刀。然后把人救下，但这波是没有化险为夷，触发成瘾症，其实牵制不动了。对，成瘾症一直在那个触发，然后红毯那台的话还要持续被干扰。这边让接傀儡去摸这边苦丑。对，其中得稍微慢一点啊，因为你想抢密码机的战略已经不太可能了。这把已经不是说以速度去能取胜的了，得看逃生人数了。对的，因为密码机现在差的比较多啊。这里又要踹一脚了，感觉。对的，肯定要踹了。那这样子的话，娃娃放外面的一个收益就没那么大了。对，相当于娃娃。不选择踹。应该是想留技能去续节奏吗？对，因为可能感觉到大家外面的一个道具消耗的比较多，像空军他没有枪了，以及囚徒他是个半状态。但这波肯定是以调整状态为主的。对。红毯附近要找人肯定找不到的。其实他可以踹了以后再拖自己的技能也可以。对。当然留在手里也可以嘛，因为到时候想切的时候就没有 CD 的干扰了。因为现在选择者明显是要给你放慢打了，这不是能抢节奏的对局了。这边看到脚印了，也看到外面密码机不动，他们的状态都调好了。是的。但我觉得卡卡卡有点没找到这个耳鸣的位置。再回来选择失常了。这波失常下来，其实囚徒也是能爆点的，因为知道你失常交了，选择连线连这一台，再逼你回去踩个线。对，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追击的节奏，因为毕竟你使用了技能嘛，也不可能一瞬间到我脸上了。我本来就跟你隔着半张地图。对。然后这边团团交出来去追一下小明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选择去追一下哭泣小丑。对，要追了，再不追的话，这个节奏外面那台红毯一开就只差一台了。然后这个碎石的话躲掉了。对的。手上火箭直接炸晕，哇，回身炸，但这个碎石又躲掉了。没错。还有现在是一个火箭真空期，没办法了，一炸一刀。最后一台密码机应该也很快就能修上啊。这密码机离得比较远的。对他们刚刚都在另一个半场嘛。一个大门，然后一个小房。对，现在只在这一个半场了，小木屋、小推跟大推。对。密码机封住，再出来找。但囚徒自己连电修的话，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是的。找囚徒，想去找囚徒的一个突破。找囚徒有一个好处是，他是没带这个光反照可以打针对，但他也只是锁了一下。但我觉得咔咔他就想拖时间啊。对，他想着我都已经淘汰掉一个了，对吧？那我可能后面留一个的概率比较大，那我就慢一点。现在已经6分钟了。对他现在不着急了，对于他来说反而不着急了。那我就给你拖呗，反正我就留着一个底牌，留着一个技能，我这样跟你去打一个开门战保平呗。但是我得拖住时间。同样过来没缠到，再开门。因为苦丑的话是一炸倒。现在前面有一个碎石的机会。最好是打一波手椅啊，这样子开门战的话还能再拖一会儿。火箭交出来，不给你去进行一个击倒。前面还是有机会。碎石有机会的，这边一个单板，看怎么说。捏住碎石，博弈过板，给一刀压好。但是压好了。对。那这样子的话。手上是有底牌的，得快速终结，估计小丑去管大门才行。因为他们其实贴门也比较慢啊，当时是有在修小推跟大推的，所以说暂时没有人贴门。没错，碎石炸了一下，
那这边持续没有一个击倒的身位啊。哦，现在可以击倒。啊，球生这边其实是有防的，不太确定哭手能撑多长时间，所以说空军是没有在门口的。对的，传送过来。那大联盟那里是摸到了一个户外。没错。也是有防住吧，我觉得。啊，但是地窖的位置有点远了，在小门的附近。所以说球队这边要走地窖的话，可能比较难，他应该就拖一下。哎呦，一个翻板，因为这边有一个碎石，所以说它会有一个减缓交互速度啊。那应该是另外一边2个人走掉小门。门点上，然后这样子的话，7分多钟的对局，其实将近要8分钟了。对，压力有点大。因为其实现在门还没有点开，他们肯定第一时间出去就。对的。投降了。将近，看一下最终时间吧。时间拖的还是非常久。对，应该7、8分钟，反正8分钟左右这样子。我觉得这他只需要打下来就行。对。要看一下宠爱吧。如果说宠爱带兴奋的话，我觉得也行。也可以，只要他追得够快嘛。追得够快也行。这个阵容如果倒得快的话，也没有什么后期。那这样其实幸运儿他没什么机会摸箱子。摸箱子。起追的话找幸运儿也行。但是我觉得。好的，那现在看一下起追的话，应该就不挑人了，就连上幸运儿。这边幸运儿也是往大方转。看一下他许愿的是什么道具？半颗球。那运气很好。是的。哎，第一个转盘是空了。前面墓地这个位置的话，就稍微要周旋一会儿了。压住位置，把窗台消耗掉。窥视者给一下。等一下自己的一个 CD。对。那窥视者暴露的话，其实对于幸儿来说，他是可以去拉球规避你下个飞盘的。对。看一下在骗。知道你的道具，但幸儿这边交出来了，这边有个隔板给到一刀，给了一个双球。非常优秀，因为这一波的话，他是故意骗去拉球，对，然后再交飞盘，因为知道你用这个橄榄球可以去躲掉我的上球。对，很细节啊。但是这一波的话，阿斗他手里飞轮好了，看有没有机会去消掉一波。张皇响起，这边双球就差1颗，还差一个焰火舞台。对的，窥视者补上，这边。再去用球压迫红汤烫住，直接击倒。对，主要是一旦烫住的话，就没办法交出来了。没错。那我们看整体的一个密码器，等挂上的话是将近3台的。是的。那现在对于崇爱来说，有个问题就在于什么？就是求生者他们肯定会选择压满救，甚至说你不出来，我可以补救。那就看这个场是怎么去控了。对，红毯那边的话也是已经亮掉了。这一波调动了2个人一起过来啊，我觉得这样会有点耽误他们的一个时间。对，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过来吗？一个人过来就可以了呀。我觉得心里也没有什么救不下来的风险啊。对的，但是这刀没有打到，有点亏啊。拿到一刀，这边再去找幸运儿。其实我觉得这波2人来的话，反而是把自己的密码机给拖慢了。对，因为如果一直有一个人在外面修的话，现在可能第3台已经有20-30了，第4台已经有20-30。是的，而且刚刚窥视者也影响到了墓地的密码机，然后把人这边挂上，守墓人再透过化险为夷的话，其实整个密码机是不够的。这局对于崇安来说是有机会的。对，有机会争多呀。对，因为现在，除非幸运儿再救下来的话，把自己的橄榄球以及说飞轮都能很好的用出来，多拖一点时间。没错，但是很难，因为化险为夷交出来，基本上化险为夷之内击倒都不算亏。是的。这边拦截一手，而且是开启2节的一手拦截。看一下宠爱这边先上2颗球。但守墓人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稳。对，不太害怕，尽量能拖一拖这样的一个时间。给一刀。想打个双倒，没打到。我觉得还是先优先找幸运儿，因为一旦让他有机会把自己的道具跟飞轮用出来的话，这个时间就拖出来了。飞盘还有一段，还差一个焰火标记。对的，还差一个焰火。这边在博弈这个空中飞人，跳过来直接给一刀，飞轮没交出来，烫住了。那成功击倒之后，3台密码机进度都很多。但宠爱手里有有底牌，对。但这个时间，如果说交底牌，其实也是暴露了自己没有挽留的这个信号啊。看一下，原地插了个眼，那这样没有办法切技能了。我觉得他这个是想切几排的，感觉是这样子啊。那这样走过来的话，反而给到球上那边拉开了一个身位了。要开了，这才开了。对，坏了。
再开了就控不住了，因为你到哪一台就开。现在你到96这台开，对墓地要开，你没办法了。对，哇，这个感觉有点难受。对，如果说当时能够早一点贴到这2台大遗产的话，他有机会把人给压在这里。是的，这样子上双球。然后那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修上了，因为心里他本身就没有带回光返照，我觉得是可以直接亮的。直接开，选择传送落地，守墓人下铲的话，其实还是能解决。那现在需要有一个人马上过来补，因为他们也要抢时间嘛。你是交了这个传送的，想预判一手有人回来补，但其实并没有人。因为求生者也知道我现在这个时间还是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我现在可以去拉开距离先，不着急。对。心里去重新开一台，时间也来得及。对的，看到弓箭手的位置了，这边新开一台密码机，弓箭手上个。刚刚还差一个焰火标记。对的，飞轮清掉了。那这样最后一台密码机修上了。哎，传送的话还有50多秒，感觉是弓箭手是有回光返照的，就算击倒了他也能。因为底牌是已经暴露了。对，直接亮了。那这样子后车弩补上，撕裂值又满了。这边没办法击倒，只能回头去找一下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是故意点门的。对，因为知道你的技能好不了，现在2个人直接冲一下小门就可以，守门人甚至直接下铲去点门。对的。这边压住心理的位置，心理的话也是直接倒地，但门已经点上，20多秒的传送根本拖不来。来不及，门一定是先点开的。对。来看到这边的一个进度，马上就要够了。对。那时间的话，其实也注意到左下角就5分多钟。没错。那随着门的点开的话，2个人一起出门。对。Axis 完成更快的平局，也是让我们恭喜 Axis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哇，确实是从逆风的一个翻盘翻回来了。对，我看他们应该还在。第一时间不太清楚啊，但是后面随着他们那个击掌来看的话，应该是收到了自己时间更快的。因为他们也要确定这个时间嘛。对，我们上第4小时只要5分多钟，但他们的话打到里面谁管什么5分6分？